你居然也敢带非文化显微翼？看下追谁？追了魔术，收了。但魔术不好追啊，魔术还是好追的地溜，方能直接进点。这海边板子拍一拍，魔术棒卡卡位，基本上就溜的差不多了。对，交回速，看这个魔术棒怎么用。也是提前预判到要放魔术棒了。对，但是他绕路魔术棒现在有个小加速很猛啊，还可以看半帮忙球博弈，记住哎呦，有刀了！哇，这刀很极限啊，有点小帅的。看闪现好之前，哎，这魔术棒这么久啊，还在啊。他那个影子很久。嗯，现在飞轮好了，还是有操作空间的，有机会躲闪现的。是的，前面还有这只需要用双两个棒子一直卡这个位置就好了。是的，这板区一直在转，哦也没有选择下双重加速，板一个回速，飞轮先交，但是这些闪现可能吃不出来了。哇，魔术棒 CD 也拖不出来。然后按照挂一踩你现在是多少分多少秒啊？ 1.19，比我快这么多的， 20、21我要重新推一下。我是重庆流23，我现在25、 24 26、27、28，为什么比你们快一点？快的有点差不多，我重新推一下。密码机还不到3台啊，是吧？先让新力过来救人。HL 他们说只有无声流啊，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有声流？他说的无声是解说的声音没有吧？对，就是游戏的 BGM 还是会有的，就好吧比如说现在歌剧音乐声音是有的。好吧，我是没有。你要是没有声音，就应该是用 OBS 对拉取的原因。对我 OBS 抓的，你现在是03、04吗我是06、07、 ？OK 8、 OK，那对齐了。 9。他如果这把是个失常的话，他就应该是稳赢局，但他是个闪现，还是有说法。还是有点悬念。接下来守墓人再救一波，主要再开个圈，你电机虽然不够，但是把这个人一卖也差不多能但是卖。还少一台整机，还少一台整机的话，外面如果能够针对到新力的话，这个还能多抓。最后一个魔术棒了，收了，能做到吗？一个回速这闪现好想留啊！好了，没办法。哎呦，没交出来。他毕竟有交互僵直嘛。那这个闪现一会留着续下一个人的节奏。看心理的问题。心里在木屋啊，对。守墓是半状态，心里是没有回光返照的。哇，直接就怼到了。好准啊！对，他跟上帝视角似的，直接就直勾勾的过来了。守墓人用的是废的铲子啊，那这个铲子撑不了多久啊。撑不了多久，他用的是前面用，撑不了多久。他用的是前面用过的铲子。他们要不知道，对，但是直接打。文鸟不知道，打出来了直接打出来了。但是他还是要倒，他的身距完全不够。这窗户想骗，坏了，直接打倒。我说实话，感觉可以考虑直接切市场了。踹一脚密码机，争多抓了。他想直接追这个心理了，也行，但是这边没拿到刀就亏了。回溯的太远了。回的太远了。对，哎呦，你看就硬搏，哎呀，硬搏版炸了。直接盘活了自己。对，那边马上自己都拖好了，白想着过来拿一刀，让这个心理没法救人，去跟那个飞行家换位，然后他再去考虑传这个心理，但是结果一个砸头，他战术一点都打不出来了。确实，守墓人还想省一个现在还要飞行家去，对，还想省个自旗，直接让飞但行家去是打心理也行，因为他就是没有回光返照，开门战说不定可以针对。现在把守门给点起来。主要是他手上技能一直都在，他这把全程也没用过，就是确实有威慑力，但是等于说我一直让你一个技能。
看一下飞行家已要经绕过来硬摊了，他要手不拿去机了。小船，小船要直接开了。直接通电离守门还有铲子，而且他自己还有点要回溯吗卡，要不回溯不回回。溯在 CD。对，哦，他前面这手语的时候把音乐给卡断了，对对对，所以他有回了一波。点难受了。对他卡了一下回完了，回那这里溯，还能玩个双百。闪也不敢交啊，因为门已经点上了，小门直接踢吗但？是门是一边一个啊，但他踢到飞行家这个门了，飞行家好像三个飞好像行器啊平了，甚至有走地窖的说法，对，但这个位置太难大喷，也交了，然后睡不出来。这位置太差。地窖应该是走不了，但是也就只有一个平局，硬是把一个多抓局打成一个平局。技能一直在让啊，等于我要是前面有个踹脚密码机啥的，或者说我前面闪现交了，我后面都冷却好了。或者是你抓住那个回光返照，其实也还有机会，因为那个是海侧的椅子，离大门小门都很远。他对，针对一下心理的话，确实有。而且这个阵容说实话，跛脚羊都没那么好追，你前期对至少得3个围龙才能把人给打倒。看布瑞欧怎么走，去厕所追巴特鲁，哎呦，这么准，还好他反应快啊！但是你看，你还得2个围龙，你还得再攒40多的一个约里值，但时间太快了，这才开局30秒。对，哎，这个笼子感觉还是有刀，哇，压迫感超强。前面2刀其实还是拿的挺快的。他45秒拿2刀啊！哎呦，还抽到了！换血刀，那交不出来技能了。坏了，现在才一台机， 1分钟对1分钟速秒木偶石，怎么说？一台机快倒了，现在。倒了！哎呦，可惜这里差一点，但这里还有板，哎，还是要倒还可。以再穿梭一波。哎呦，那卡到了海边。那一样倒了。这个倒地的节他奏的比熟练度上盘太高了。而且还闷掉了一个化险为夷。完了，这守墓人救不了，那人被拦住是真有点难救啊！双手直接一个直接地上式直接拖你要是敢出来的话，话，你这个人你就不一定扯得下来了。我这一个月龙加围龙，哎，这里玉龙哇，差哎呀，1米，就差1个身位。对，哇这不关到的话救不下来了。直接都要倒那边了。这守墓人真挺难救博养的人的。现在这个没法交入，直接交闪，不给机会。 2台半2挂。小说家不来，他要移情给守墓人，让守墓人救。那这把应该还是个保平打法了。守墓人再救一波的话，下一波是可以有机会交出路易的。对的，但是也就仅仅是交一次路易而已，就是也没那么舒服。在最后时间穿梭到这一头，守墓人太对策了。了。一直卷就行。哎，这个人要飞了，他救不到了。对，这狂卡位能救吗？好像很急。哎呦，逃出来了！哇，没倒真的好秀，太稳了 ，IZ。那 IZ 立血功啊！不过这个位置还是没板了呀，这板只剩下最后一块了。密码机还差一台整的，还是因为前期节奏太快了。对，交了一个失去，然后最后还是打到路易上。拖了挺多节奏的，其实。这一刀给他秒了。哎，还是一样的。还是这第二波这个救下来比较极限，因为他其实也等于帮助守墓人卡那个淘汰进度压得死死的。是的，就最后一下机会了，其实。刚才就是要么震慑掏不下来，要么就是吃一刀僵直取消，我直接救。关键。
现在找到心理，但外面2台机都在开。叫飞轮，但是这一刀还是有。这里好像可以把心理秒了，然后再往木屋牵，是不是？看这个笼子了。前面那个小船是可以封的。对，一个月龙秒掉，漂亮，手上有传送，开始往回挂。哎，他其实也可以挂远，然后直接传送落地打那种时间差，就是你让你救人的时候，我杀你另外一个队友，可以交 TP 了，感觉。而且海边那个位置已经没什么板了，嗯，可以考虑直接传。但他传过去是个小说家，看他敢不敢传了。但是带飞轮了，想打稳了，想保稳了。有的开门战了。哎，但是这个人他完全没拦到呀，耳鸣都没有，已经绕了个大圈绕回去了。对，方向完全已经要不一样。无上救了。这已经救下来了。这也太诡异了。他一站在这个位置就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吗？对，哇，这无伤救下来，你看给布瑞欧脸都搞得白了，我操，这么白吗？不是，这个应该是打光问题啊。手上还有个传送。而且他这波把心理秒掉了就还行，赢面很大。现在大门随便排一排没有名，还有个传送，那个小门怎么说？但是他这个笼子没放好，交双围龙去管小门，没放好，谁交传送了？觉得你救不到，但是小家好像有机会。他现在走直线过去的话，有点说法的。看心里有没有带个1点耐做什么？能来及吗？能来及。天哪，感觉能来及。他有飞轮，是能救下来。哇，救下来，那赢面又没了。哎，心里是直接传到脸上来了。完了，那边已经被队友小说家帮忙拆掉了这个围龙。而且大门是没人点的。小说家还有失误，你秒不掉小说家。你追他的话，他大门没人点，还是能留一个，我感觉。但是他得处理的快一点。哎，还真不一定啊，小说家是有走地窖的机会的。这边赢选择不追的话，阅历值是不够的。你这个笼子你绝对不能空，必须要稳重。但心里又有飞轮了。是的。还是能操作一下，而且地窖在附近。我感觉很危险啊！现在这个情况。有点说法。翻过来。求生者是知道地窖在哪。小船上的吗？这大门还没开。对，小说家要点一个新的门，但是他阅历真的有点不够了。这个笼子再一交，如果说规避掉的话，多一刀，还有个飞轮顶。哎呦，知道空了，完了笼子没了，门要开了，不够了。还是躲刀，还要躲刀。哇，还好。不是还有9秒钟那个呀，9秒钟挽留过了。这找不到的，说实话，你这要能找到，除非帽甲往他脸上走，就像昨天那把。手动截止。他帽甲这把只要蹲一蹲，你是根本没法找的。中场小说家脚印漏了，怎么说文鸟？直接就是1板子，好狠啊！我感觉 ICL 他们的求生者真的是逮着监管砸。对，有板我就砸，短板我也不。而且他们很多都喜欢带距离啊。他们是真的喜欢砸。又来故技重施。是，就是一个秒龙有刀，这个换位没有用，感觉身位拉不开。但是他没有选择第一时间钻，是为啥？他想等他再钻回来，可能想博弈一下。这样的话得多费4点阅历。规避了一个笼子。是，隐喻第2分又吸出来了吗？好快！这里钻回去可以换位，哇，甚至都没换位直接砸了。又1板。左边的板子。而且他这个书又洗好了，你看小手家这个吸书速度，又来又换位，还有飞轮，完了又飞一个笼子。而且换位完这个移速加成，还能让自己不用交那个飞轮。刚才，这个波怎么没交啊？他可能把飞轮留着吧，或者就没有按出来呗。我有点小失误，那你3台机了。对，冒险家手上已经1台了。你说他这里如果假装我吸出来了，站在板子里面等着，他会不会不敢过来？玩这种空城计是吧？还真可以，说实话，真可以。因为他猫眼刚才是往后退了，所以文鸟直接头铁过板。对，我觉得应该就站在里面等他。
插个眼，管一下大门的机子。主要是除了个小双侠之外，人人都有化险为夷，谁救都有搏命。太炸了，这把。教授先救一手。哎呦，飞轮 ，OK， 隐喻第3本吸出来了。哇，这个笼子又废掉了，但还行，这边进不了板，直接拿刀。那现在再挂就3台半了。节奏确实太差了呀。而且挂到遗产边上了。能稍微干扰一下，但是它是一个插野。那这台机子不太好开了，说实话，20还被插眼管着。还行，这台大副好像不要了，可以让教授去修小外面修一台，冒险家补一台就行。看这波能不能救人扛刀了？扛到刀的话，感觉还能36。对，扛一刀的话，哎呦，真对刀了，真对刀了。这边双板也在，哎，可惜。那好像还是平局有。现在其实机队差的不是特别多，3个人打1台，还是有平局的机会，又是平平淡淡的对局。对，这把确实，主要是没扛到刀嘛，扛到刀的话，小家他是牵制时间，他们是可以私人开个战的。左边的头像，3个冒险家头像，马上要4个了。大副上有鳞片，他也不怕你。哎，他交笼子把他鳞片撇出来了，说是。假动作。这样冒险家电机已经够了，就是他得分开用。对。他就是看怎么开。我觉得他有可能想先把手上的台修了吗？没有，先把小树林补掉4台。哎，那这里可能但他自己就逮到冒险家啊，对，逮到冒险家的话可以闷一张书页。冒险家是他们几个没有带回光返照的。要打一波针对吧？怎么说？还想管大门呢？想偷袭大门？一个月龙交鳞片。感觉要被骗麻呀！这他都没有出刀动作，对啊，这狂交啊，是直接交。不过还好压好了，他可能就是保一下稳。开门战愿力直接不够。哎呦，没管好。抽到了，懂了，打 HL 的求生者得抽刀。他们是真喜欢砸，他们就喜欢下板，真得抽刀，一直抽刀。那边门2个人要出门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高考加油，老板不要分心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。哎，但是这古董仓是抠神啊，哪没抠？先给个双惊喜。高燃 BGM 怎么没了？哎，这2个双惊喜感觉拉的位置有点离谱啊！他明明看得到脚印的，一个球都没上到。放歪了。对，又是熟悉的位置。而且他这个位置的眼好像是不是没给上？就贴窗了才能放上。对。第2个双惊喜，直接云门2颗，前面交云门了。他还可以在下板。对，那等到下一个双惊喜才有机会引爆了。而且他可以卡个墙角，给你来2棍，这个地方应该要卡墙角了。不过提前一个插眼，那就没法，不太要卡飞轮，躲掉了第1波，那下一波怎么办？下一波拉的位置不对。打2棍，这里还能硬翻。
牵制的太好了，这2波子哥下去，又把这个双人机器的时间给拖过去了。是的，而且你再过来，我棍又好了呀！你看，我又给你来一棍，然后我还能再硬翻。哦，不行，这个距离好像不够，可以云门，应该要吃一刀，但是被沉默了。对，应该要吃一刀。云门吧，云门吧。但是还在卡。哦，还在卡。他又在红汤里。对，因为你绕场谢幕也没有，不过这里拉了一点，感觉要被秒了。不好说，看一下。秒了呀！但是密码机来讲是接近3台，大副的是70%，大副在中场。那每口63台，你现在小木屋，火灾已经绕过来，他刚好擦肩而过，在左手边没看到。那这波这个人是稳救的，而且有圈已经拦不住了，弹一个球卡一下位，还可以无伤掏，哇，这救人！哇，舒服！无伤刀下，你甚至都追不了这个火灾一点伤害啊。然后他那边可以选择大门直接起台新的，很舒服的一个节奏。这救人太舒服了，我只能说。来奎兹的为你闪耀，想取回去，盖到大门的机子。打梅口手上还有点道具，下一步救下来飞轮也好了。然后火灾在大门这边可以帮忙辅助丢个气囊，是的，是有一定的牵制起来的说法的。但电机还是差一点，就是帮忙给个气囊，这气囊想让古董商转大房吗？转大房应该不太好转吧，有空中飞人的。但你也好像只能往大房溜，你边上这个电机。你不，而且你大门那个地方板子都用了，你也不能再进去。哦呦，直接双倒啊！对，转大门，哇，这里卡位卡了一下，匪王流，但是这个双人兵器，但是空中飞人还是能跟上。对，看这一棍了，再躲飞人跟棍了，他还有个轮。哎，这么秀。可惜了，这一波跳过去没交出来飞轮，或者说交个云门直接翻回去是不是有点机会？但他好像没机关消了，刚才。没法直接云门回去。密码机只剩最后的40%。大副这波能摸起来，还可以继续调整。因为你这边找的话，也只能找到脸上的火灾调查员。就让他在外面先扛压就行。是。这把求生也有3跑面的，因为尤里是没有带回光，没有带挽留的，但比较难吧，有底牌。有说法只能说，但他也有3抓面，对，都有可能，就看这开门战谁打得更好了。感觉还是平面要更大一些啊。那平面太大了，现在看着就是平局。火灾没有回光返照啊，有可能是一个伏笔。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今天好像不喜欢抓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打。大副官方帮忙把气囊给消气了，这把是有机会的。这个火灾他吃不到黄板，应该要直接亮了。对，要找机会亮了。那他这里再去帮忙把气囊放一下吗？然后再减一下，再放一波。没有。他这里双人一起秒掉之后有机会多留的，但是还好秒掉。前面这个气囊能蹭上吗？得管门啊！这大副有表的，得直接管门啊！是。哎呦，他管门那个其实贴门贴的很快，来不及了。在那边管都来不及管了。对，感觉他不第一时间管就来不及管。那你现在追大副的话，大副一个表不怕你来，哇，还扎个头，只能平了，他得回去挂，他不回去挂，这把等会儿3跑。再追了呀。对。还是没有做到嘛？还是平局。天哪！直接找周叔直接进大房。真要直接挑战周叔吗？就直接追了。还是1追2，看一下心里能不能也顺便干扰到。心里在往角落走了，一直叠。
对啊，这刀有了，但是有韦伯吧？有没有？这刀还是有了，有的，这刀有。但是他六红蝶看的是续航，第一刀也还好。哎，他以为去板那边了吗？哎，但是他刚好跳下来。嗯。哎，他没看到吗？完全没看，我们跳下来行捡了一只蝶啊，他跟着上去了吗？不是，哎，这是一个不看，又绕回来了。他们俩这一个不看前面，真的是心有灵犀了。这两个人有猴啊，哪没猴？龙速率还是比较高。还有飞轮啊，搞抽象吗？啊，这么秀！飞轮闪现躲了，也可以补猴。哇，还是知道，有点没想到，怎么说？这一波的追击怎么评价呢？他们俩开车逆行，都开对面的车道，有点像周瑜打黄盖。有点像高考的时候就推理过程全错，但是答案结果全对，结果对了。对，高考考生也得学尤里这个做题方式啊，反正答案是对的就行了，好像也不行。过程不行，有分，过程有分啊！那这波救下来，闪现已经交货了，那前锋有2个猴，能26，开始狠狠的 OB 了呀。对的，能26，哎呦，好卡呀！刚才他的红蝶，有点紧张了。我有一个小猴进板，博弈还好抽到刀了。但是前锋还在，已经来缩了。前锋甚至还是移情了，没错，移情完。不过他没有飞轮，哎呦，这，我这小陀螺撞哪去了？完了，哎这已经秀的不知道小陀螺也能歪吗？不知道天地为何物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70的治疗进度还得继续 OB 啊！再拖一下吧，再拖一下还有救。说实话，这场比赛它结果怎么样？感觉要起了，已经起了。虽然没有撞啊，但是也是拖起来的一个交大猴，直接交大猴。哎呦，好走位！又来一个移情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前锋又要移情了，一会儿再来装模作样吓唬你一下。继续 OB。飞轮好。第四台、第5台已经在秀。哇，那梅克！哇，那梅克太秀了！半区博弈。不是我们3个人的时间分3秒是吗？是吧？对啊，这样我们就有一种，然后我再喊，然后你再喊一句不，就有一种此起彼伏的那种感觉啊。不是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这把比赛确实可以治疗一下你的不开心啊。直接飞回去，怎么说？有节目效果的。又是一个交互撞。而且这波周数有小猴了，对的，又可以猴一下，秒级够了。他可能想森林前锋还能装，你不敢挂。切兴奋，开门战了，哇，血钻呀！还能加个兴奋。那心里把那台机子开掉，可以再移行一波呀。说实话，感觉这把打救也行。红蝶有点回不了家了呀，吃不了饭了。中场的机子，心里贴大门。是吧？应该是一个99%概率的3跑局了，甚至还有1%的概率能4跑。鬼4跑点太难了，地窖大门太远了，完了，回头就是接一个大猴。大猴这里还能倒车去翻窗，不过没有窗弹，有点急了。还有1层猴，可以再卡到下一个板吗？再一个倒车，应该是进不去了。还好。这龙王部还在秀，但是已经没有管门的说法了，技能都好不了。这里稍微看不上，他稍微溜一溜就够了。终究还是兔人站了出来，率先破。提前挂飞一个，然后挽留再留一个张皇，然后带个挽留。对的，我就狠狠的保平，先前期追死一个，后面有挽留，我随便留一个就行。直接大房开绕给 Genki， 前面要不要来个减速盒？这个窗不来，先双惊喜上到一个红球。这个盒子应该不管，
直接追了，不管直接追了。哎，这也要踩吗？来踩一下吧，防止被绕起来。但你这样踩的话，等于也也是要让身绕起来的，距啊让身距啊。嗯，他直接追你，想绕回来要很久。九转大防的故事你们还没？九转大防，那他当时玩的也不是喧嚣啊，你要是喧嚣，你绕不起来的呀。嗯，哇，这个不踩了，两个盒子全放，这个也不踩。这个也不踩，那真绕起来了吧？这两个减速盒，它还有滑步的，这能不踩？哦呦，这飞轮，飞轮交了也，开技能了，开技能了可以不用踩了。有空中飞人了，那这样的话，这里可以补个插眼直接秒啊。哦，也不用补，这范围是够的。哎呦，这减速，这有这空中飞人感觉也挺难受的，马上3台了。下一个双惊喜看一下吧。对，先飞过来，然后再开。对，这已经，哎呀，他这个没放好。那等个红汤，看能不能转了。哎，63台了，等下一个63台，转飞过来打吧。都已经接上下一台。他这个轮如果没破的话，感觉可以有机会3跑。3台半都已经。但感觉破了还是不行，破了这密码机火灾靠过来了，没那么多。密码机感觉够了呀，够吗？看下一台我打针对的话，你没有那么好够吧？而且这里想打呀，哎呦，还是打到了。但大防带机子可以解放出来，火灾直接修的。对，因为火灾其实不太影响，它只要不双倒就行了，给一刀是还行的。他半挂嘛，半挂一台新机，然后古董商手上是54修完可以过来 OB 的，是有机会够的。古董商都60了，压满就古董商是一定够的，而且他挂大门，大门也近。主要是就看古董商怎么玩了。就古董商能 OB 住的话，没有传送，就开门战没有传送，这波肯定得陪跑的，要想打3跑的话。私人开门战你得陪跑，你不陪跑的话，你插个眼古董商也能开，满机关销过来直接 OB 了。反正佣兵稍微拖一下嘛，拖到古董商能修完就行。对的，他可以再吃一刀再救，再吃一刀，然后掏。对，掏完了之后有搏命这个时候抢你找古董，因为你没底牌，古董商过来保一手。想先扛，但是下板的话直接跳回去了。古董商要来了，古董商要上班了。那边机其实都快够了，已经70的机里管不到，应该能私人开门战，照这个样子。然后佣兵去贴门了，哦呦，再点一下。哎，这个上路镜还没有给好。打倒，但是古董商怎么办？密码机已经有沉默，有沉默。怎么说？红汤先沉默，沉默直接不好弄啊，要亮了，直接亮。哎，完了，感觉好像。那种感觉又涌上心头了。这也要讲吗，孩子们？哇，这轮还把刀给挡了！怎么突然间猛起来了？不是哥们儿这么狠！还有个球，打管门已经开了，3跑了。这也加赛吗？吐了，孩子们！熟悉。我一补一下吧，记下。脸上直接是 M 口的邮差，哇，这个连电 BGM 关了吧，加赛了。首选，手动连电。想去甲门，甲门是巴图鲁的气象。慢慢追呗，先拉近距离，反正得。对，你摸电机，我就可以换追你了啊，纳美口，这有点胆子有点大，有点自信了。对，打野是不能摸电机啊，摸电机你就容易被追。可能他们也想在时间上面不被拖那么久吧，争取一点时间应该。哦哟，这轮好轮，但你一旦就是想修了被追了，你反而要拖更久。对，
更难打。这里奇迹，哎呦，刚好放话打到了，替换了一波插刀动作。这又有刀了。哇，2刀好快啊，这2刀。现在鸡都没多少。开了再临了。要被秒啊！哎呦，可惜没电到。有话。是的。直接不看哦，转角还是看到了。这一波反向拉点的话，赶紧趁他这个真空期再溜一会儿。要溜不了这位置，下一个店就得倒了，已经没什么溜的空间了。而且这里还有个地下室，穷者感觉可以直接抢挂地下室啊，起码平局的。对，还是要挂外面干扰呢。哎呀，怎么卡了？不太敢挂，怕带快摇了。这击倒速度其实还挺快的。而且画家身上是没有画的，下来没有26的机会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寄托？就是神之寄托。那这下真有26机会了，外面可以扛刀的。哎，没人切电吗？兄弟们，一个完美的救人，得切一下吧。这佣兵个蓝电没人帮忙切，佣兵切了，帮忙切一下，扛一刀。但好像还是也没什么26，只是说他这波手里太亏了，这里没法再临，得往外走才能再临。这奇迹还是成功。哦呦，好飞轮！牛的，好快啊！打梅克真的太有操作了。还想躲，但可惜。这样的话，穷者已经没有第2个化险为夷了。看他们这波，如果救的话，佣兵还被通缉了，只能气象过来救了。看能不能用气象瓶再保一下，但气象直接选择在2楼破译。通缉到了佣兵。这个局打的话，有移形，他可以直接移回去，应该是救不下来了。他要救的话得摸电，哎，他摸到电了，没来及取消。对，哎，断电，提前断电，想让佣兵没法摸，但是断慢了。但是佣兵已经摸了。对，那现在这波断电的话，穷者爽修了。赶紧要压好了，说实话感觉。而且，因为你给画家上电还能扛啊，还能再扛一下。现在有人又过来放钩了。哎。不是，好像没连电啊，他没连，但地上有个蓝圈，可以过去踩吗？邮差好像没踩。但是他能保，密码机要压好了，再飞出去。这个电不能空。哎，延迟板2个电，邮差是卡了一下位，能扛到吗？没扛到。这一波狗已经好了，狗好了，哇，压好了，哎，还被咬一口，直接通电。那炸了，这也能拖到4人开门战吗？现在直接不管这个画家了，想管门，他现在又开始拖时间了。他这个时间就是拖时间留一个，对，我硬拖，让你两边开慢一点，时间只有4分多钟啊。哎，感觉还是第一波直接硬挂地下室好，就没有那么多什么失误不失误这种东西。硬挂地下室的话，说不定能多打佣兵1刀。而且他就感觉平局肯定还要扛，还要帮这个佣兵扛，这佣兵再扛一下，说不定要4跑了。哎，这佣兵再扛，对，真要4跑，完了，要4跑了，真要4跑。那边门开了，3个人一起出去，4跑了，这怎么来呀？拦不住了。哎呦，天，都能够，真有点夸张了。OK。直接放了个R，然后自己跑了。我也不打，直接就追机械本体打，反正他就打针对了，这机械师挂飞就行了。把这机械师挂飞。他还是纯博，先知也纯博。高好加油啊！不要看直播了，高好加油。说话已经 C 了，已经1只猫没吃到，已经 C 了，接下来2只猫等死了。看能不能再秀掉。哎，他为啥不跳？哦，他炸猫跳。
呦，哎呦还，是挺高的。这么秀，把鸟骗出来，开局已经3只猫了。但还在这里搏的话，你鸟一掉就要挨刀了。有移形。你看，你虽然说你这个阵容看起来修得快，其实也还好，也就是个163台。哎，想上车拖一会儿。也只能上车了，感觉别的地方更难拖。但上车到下一站直接到学校门，盲女已经开掉了一台了。睡得好快啊！外面还放那个 R， 但是还是很难试跑呀，说实话。难。也没鸟，这街市开门站，除非给他翻个箱子吧。不翻个箱子。翻个箱子可能都有点难。还得翻到个护腕这种。目前不知道怎么赢，好吧？就你现在想赢都很难，这边还2个人过来偷，因为你一个人都不好救，但他技能还在。对，想让囚徒直接保一下。他还边溜边修，那只能靠囚徒了。打一刀。那这样的话，化险为夷，下一个化险为夷，先知怎么救呢？你说囚徒跟这个借势换命还有点说法，开门战的时候让囚徒死，然后套个圈。但是他只打结师的话，那就已经上2挂了，就没什么说法了。对，他没理由不打结师，主要你想换都不好换。囚徒过来硬保，对，垫一下，硬保帮忙扛。哎呦，可惜侧刀没扛住。扛不到。那不给你换能咋办呢？那下一步我们要看到星眼来救人了，还是说2个半状态的，一个吃刀，一个救呢？那还是要让先知上化险为夷。时间到达3分钟，密码机已经马上压好了。对，这也太快了，这个阵容。能量是能量，但是无所谓啊，他其实无所谓，他技能一直在的，就死针对就好了。反正移形加猫，看一下先知这边鸟能吸出来吗？吸不出来。有了，有一只鸟，有追着吸出来了。对，硬吸。哎，得给鸟。你别说这个鸟，就点把谁挡了？接闪。对，但是还是要倒的。拦住，没机会走呀。对。哎呦，先知不活了！哎呦，我不活了。还得杀机械，有电。下只猫好了。电差一点点，门刚开。哎呦，把猫吃了，囚徒也不活了。哎呦。哎呦，砸到了！哦，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，剑是活了。把先知挂了呀？敢挂吗？不是，结是有搏命。但是他这个挽留结是有搏命，挽留太久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能拖呀。你看看55秒，其实理论上能拖，但是走不了门，说实话。难道说？有点难说。我觉得应该不太。我觉得这个椅子点目的门，一个走门，一个走地窖。但已经4分半了呀，现在。这样的话，机械师他得翻一个护腕。不是时间不够了，时间怎么都不够了，时间怎么都不够了。好还其次，你时间没了呀，你拖到1刀的那个时间已经过了。时间怎么都不够了，好像。不够了，你1刀还有30秒啊。也不行，机械师如果交护腕走门的话，他怎么靠近椅子救人呢？对吧？贴不进椅子，关键他还是个魔术棒。确实，不够，这样看怎么都不够。就是缺少开门战的牵制能力啊！哎，给到机械师一波救人的机会，但是走不了啊！已经5分15秒了，而且我这边卡位加猫出不去门啊，这个20秒。如果说是中场的盲女过来扛刀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挽留拖过去。但是我有因为挽留这殿下，3个一起扛，怎么说？鸟给了4分了，5分35秒，等一下，5分。
不过脸上的人倒是还好，脸上的人是有回光返照的。丘纳的木偶师，这波卡一下红光，找到丘纳了。这日路一会交的很快、啊。哎呦，确实，直接开他学小船抓道具中场交出来。这个进入追击的时间也很快啊，是也没法拉力。这个图就是这样的。哎，但他这个笼子是不是不太好？嗯，这个笼子感觉要被溜。哦，还是交出道具。其实你逼到道具就不算亏，而且这边好还能再贴一刀，那赚了呀，那感觉赚了呀。哦，可惜，差1秒钟。进板，差1秒钟。嗯，再来一个尾龙，这个尾龙有板子，纯净流没声音的。我直接拆掉了吗？拆掉了，那好爽啊！这边闪现好了，还有一个博弈的机会，抽一刀，能反应得过来吗？我抽到了，那没事了。哇，这闪现能空啊！完了，他钻不回去。哦，还好，我是不是吸过来？还行，但也差不多3台了呀。嗯，3台了。3台来讲，外面还是有2个化解位。我是应该也没什么26。嗯，2个圈。那反而是在考虑要不要不带化险为夷的人来救一波呢？嗯，算了，还是相。那调香师提前贴了过来。对。谁猜？那血钻啊，这个笼子无伤了，多费一个笼子还能救人。嗯，这波其实可以无伤掏，但是他想卡一下淘汰进度，等自己下一瓶香水。是的。交了再救。哎呦，又一个无伤。我觉得可以掏啊，你震慑也死不了啊，怕啥？确实。啊，对，震慑还一放，还能回，他打你，你还能回，他震慑也死不了，保自己稳定是一个满状态的。调香师还是有点氪的。那现在第4台、第5台直接修，再补一个化险为夷，木偶师有回光返照，机子是有机会够的。嗯，但是就看这里木偶师能不能被举回去了。举回去的话，穷泽就有点难受了。放一手修了。但还好吧，跛脚羊主要是我可以救人扛刀的呀，我给你扛2波刀，这把密码机。而且说实话，脚上师这个位置他不太怕你干扰啊。嗯，你总不能直接切插眼吧？我就放香水拆笼子呗，对吧？你也不敢打我，你现在愿力又不够了，有点狐假虎威的样子。你敢打我一刀，我就直接救了呀，当你面修。就我觉得他直接修就行，我吃震慑又怎么样呢？我吃震慑对我把人给救了，我接着修呗。我一点偷，哈夏也知道他对攒阅历，我直接当你面修就行了呀，你也不敢打我。你看，场面一度佛系，硬修了，硬修了。对啊，我就当你面修，你又怎么样？你一刀又打不死我，对不对？那边大副一直在掏，他就导致那个淘汰进度不动，淘汰进度一点都不涨。对，大船上都开掉了，这台50多，没办法。他不会要等一个时长吧？他不会要。不知道，感觉不至于，但是那边然后你大副不救我就不回去，大船上的人也下来扛刀了，你不炸了吗？哎，想偷袭一下，结果打的是椅子，再交一个笼子打刀，那密码机还差一点，没扛到刀，可惜了，扛到刀的话这玩意有。不是哥们，我也跟着你这大副，不是大副，飞行家。哎，这里还想贪啊？哎，不是这没必要吧？这还有，哎，是不是有机会找不到啊？流量不了，不至于吧？主要你才差太多了。他主要愿力值不够啊。找到了，但是能摸好吗？摸不好。应该不太行，这是木偶师。没那么快吧？对。哎，怎么那么卡呀？想强摸说是砸板再摸，想强摸有机会，70了，哎，那这波强踩板了。这波强摸啊！踩板，我靠！无语了，老铁！要炸了！这边要帮忙踩。哎呦，这是谁呀？坏了，机子够了，贴小门去了。不，这怎么能点个踩板呀？那2个键重合在一起了。我真笑昏了，我不行了，宝子，手错端，你继续阴的。安将太会阴了，安将。手错的痛。我真的笑昏了，莫斯满状态，完了，
开门战带着一个失常，你让这跛脚羊去找谁啊？感觉有点迷茫，说实话。这稳稳3跑啊，技能也没了，对底牌也切过了。这个时候摊就会给自己摊成4跑。这里哎，木偶师还有个搏命哎，他要是挂的离门近，其实还可以掏，真的。咋的？你有个搏命，我这跛脚还得给你造2个围容了，你传没有到大门去他刚才要是往大门挂的话，不就炸了吗？那边刚好木偶师在那里，我就说他往回挂是对的。他要是你想，他要是往大门那个椅子一牵，木偶师直接冲过来，直接开个路易。直接找小说家了。我头铁啊，卡基里带着兴奋头就是铁啊，但就是大 CD 还没好，我就是强行过板。他就想赶紧把他这个道具给逼出来。就是我过了，实在不行就砸我呗。这里可能要换了，还不换？开头这么贪，但是这个时候兴奋已经好了呀，下一步再换就亏了，再换就没有太大意义了。可能要平地给一刀先。钻过来，感觉要秒啊！哎，这兄弟们，飞轮还行，但是我这边再补一个龙，你要死。怎么说？再补一个龙死了。哇，那抓的还是很快的。哇，这处理太老练了。他主要还是第一刀吧，第一刀那个头铁过板，让这个 Kato 有点猝不及防，白拿了1/4的状态。看看这波救人，他没想到呀，找到了守墓人，那这应该是稳稳手里一刀了。想带走海边，让守墓人直接破译。哎，还想贪？没有，不敢。那没有第二式，往角落里挂就行了。他这里还能打个拦截，现在魔师还挺远的。能通缉到魔术师的话，那就血赚了。哎呦，说通就通，开了。那坏了，那这个人感觉要卖了。这个距离包救不了，除非你换人过来。换人来不及了。换人没有化险为夷。主要你没有位移能力啊！你现在你没有人能过得来，你过不来了。来不及。你其他人过来，他可以用笼子拦着你，只能卖了，蹲不住。但卖了的话，你这3个人3跑应该是没什么说法。第一把应该是要让一个大分。好快的魔术棒。哎呦，没拆掉，打了半状态。那炸了，但是笼子没放出来。再补个小的。阅历值好多啊，那魔术棒都逼完了。这已经撑不住了。对。好扭，但是没啥用。密码级根本不够，这把甚至还要多抓。他一会儿还能切个船去传那个半状态的守墓人。你现在要分人过来卡的话，你3台虽然都是遗产，但没人能够去修。对，守墓人直接不敢修了，他半状态，他知道自己会被传。那你这个电机你不可能够啊！现在这个进度，你只有一个人修，然后一个人修3台，还要加一个跑图。对，你现在木偶师，你也会面临一个笼子一直拦截的问题。再补一个。哎呦，还好，但是这刀是打到了木偶身上。是的，连着3个笼子，4个笼子，继续补，直接给你卡过半，贴都贴不到椅子面前。过半，而且他下一步还得再吓他，对，还得再补路易。哇，这么稳！哎呦，GG，这么稳吗？还好，没上当，上当就坏了。现在终于开始修倒数第2台遗产。
那这个已经挂飞了。一个黑龙，魔术师直接挂飞，感觉要4抓了。这就是卡基里的羊啊！应该是没说法了。这密码机你亮了你也走不了，他底牌还在手上。应该是有8比1的一个比分。极限把笼子拆掉，走一个也没说法呀。还想着卡 K 保个平就够了，没想到人家直接4抓了要。我感觉小说家很省道具，然后也没有像之前那样去砸板，结果等他技能考的时候兴奋刚好，就有点血亏。对，他可能想的是，还是得在围龙期间去交道具会划算点吧，不然你交道具的话，他再补个围龙你还是走不了，还是没啥牵制空间。我举到中场放下，然后再去找人。他这笼子是，哎，齐尔明了，能排到人了。这不难排啊，这一找就找到了，这双11。不行就切插眼哦，有蓝色小碎片找到了，对，而且还有呼吸的这种位置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没办法。什么人还不起吗？超模卡 K 里这个选手确实太狠了，角色池又深，玩的又好，熟练度又高。觉得反应好快啊！摇下来了，因为他前面放过一波。所以他不想交自己，但他这边摇了，还是得倒，过几秒钟就倒了又。对，再补个插眼，再回去管木偶师。完成4抓，恐怖如斯啊！恐怖如斯。真恐怖如斯。感觉开一天比赛，晚上真得休息。这是我为什么昨晚早睡的原因啊！昨晚早睡，我早上7点就醒了。天哪，那挺好。那今天呢？今天你也早睡吗？今晚看看吧，看看战况如何。感谢 LBIT 的结缘，谢谢。我说实话，抓这飞行家真不好抓，真不如找空军。道具马上好，这个板子可以搏一下。不过它是纯搏的，就稍微有点机会。你看，因为他还是可以找空军去要这一把枪。这点开枪了。哎呦，这道吃的可以。那最后还是等于追了空军。对，在前面的时间还是有点浪费了，也不好开了。走向正轨了，说是。而且他这个点位很好躲枪啊，障碍物很。哇！老铁，炸了呀！这波之空军魔咒吗？是，不是？诱导地方屁。我说空军魔咒啊！我说实话，他其实真的就是不如说你飞行家半状态之后再找空军，这样空军压力能小一点。他也没想到，突然间就一刀打上来了。不是空军能搞成这样，那确实不行啊。说实话，那个点其实也不太好开枪啊。那个点很容易躲枪。
那地方卡基里有意识的去躲一下。主要歌剧速度太快了，他控制不好这个前摇。这弹幕空军就是要空枪，不然就是中军了。无敌了，无敌了，还要逼个护腕，手上有伞，怎么也牵制不了了。哎，卡 K 利很会把控这个身位啊，我只能说。嗯，但是确实这还是、好有自信啊还是算求生的一个失误吧，我觉得。他当时那种身位，他敢直接打上去的，天！你要是距白白离判断空一刀的好，对你要是白白空一刀的话，那飞行家拉更远，空军也有一个身位可以交枪，他就更难受了。对的。他这2波就是都拼到了，哎，这里还完了还看到拦到佣手里兵了，我的妈呀！他只有一个护嗯腕，哎，他救不了了，他救不了了，他救不了了，他得让队友来。这边是选择让机器去救人，那他一个回但速直接回去管了。是他是有通缉，知道你在这里掏的，还好卡脚了，但是还行，白拿了佣兵一个双倒，直接闪不亏的。哇，好舒服啊，这节奏。他白拿个佣兵一个双倒，对吧？我这边把空军挂飞，还可以回去找佣兵。对的，这佣兵其实就一个护腕了，节奏拔丝的很呐。直接把人一挂，然后再去找这个佣兵方向就行。而且他这里的话，如果说你刚好摸起来会吃通缉，你看直接伏笔，通缉到的是直接通了一下佣兵，知道你人在那边摸了。太舒服了，这节奏。端影，看一下密码机。熊子有3台机子要补啊。哎呦，看我溜不动压力吧？这好难溜啊。只能到废墟那个长滩那个点位再交个球，但拖时间。他有风窗加快踩，留个影子上你就死定了。这板一踩你定了，这板一踩你去哪儿呢？死定了。哎呦，这看到那风窗人都傻了。这卡 K 里的追击真的是毫不拖泥带水啊！他好快啊，他这个引跃过来居然能够不撞到球上面。对他这捏小鸡，你知道吧？感觉又要死了。那真的是把职业哥都当小鸡捏的，卡 K 里。前锋窗，然后逼出去拿一刀的话，救不了人了。逼出去拿一刀能救，机器是先绕了过来，但是活不了。但是救了活不了，没有266。这里再封窗就行了，把窗一封。那这样要解封这窗，回速交一下。脚印是不是跟错了？但是无所谓啊，但我觉得无所谓啊。谁倒了都是炸，看到了。会被卡在沙包里面。对，火灾还暴露了，那这个点位继续追火灾了。密码机完全不够，就一个佣兵在外面狂修。不够，这里要倒，看这个球了。哇，这也能转，能冲起来，熟练度太高了。闪现马上好了，还1秒。哎呦，闪现！天哪！一点。那知道你这个飞行家是交了自己的，因为残局更好打了。这是怎么打？他这歌剧好像又找到了，就在脸上，还好第一时间没看到。应该是赶一下飞行家，然后再踢回去，回速回去。他先把飞行家打倒一下。他要直接深追了。对，他知道他没自己了，给他打倒。可以，这个位置反正溜不了，还能2次利用。被抽死了，那边把人救下来。但是密码机只差最后一台，对，有机会吗？他不挂直接回去打，看一下谁碰密码机打谁。这已经看到佣兵脚印了，佣兵最后一个护腕。这格局太夸张了，熟练度，天哪！这格局太夸张了，这熟练度。不是说好了军工厂歌剧难打吗？不是，说实话，歌剧熟练度到这里跟开挂也没什么区别。大哥买挂吗？
然后再回去看下一谋，再摸人。就这个熟练度太丝滑了，无限闪现，无限闪现，你根本就动不了啊。这气囊都不打吗？他都不打，耳鸣已经锁定了，那边没自起，要4啊，要4了。这边一个挂飞，然后那边一个佣兵自己起来，我还锁定位置的。对，主要是可以直接挂飞。我挂上之后你还起不来，我过去你才起得来，很尴尬。而且飞行家还把那个那边还躺着个飞行家，对，他躺着。飞行家那边伏笔已经没了，就是已经交过自起了。现在已经确定你佣兵在哪交了自起，已经是大抓了，就大房那个位置。纯手工外挂呀，这是军工厂割据也能打个4抓，太狠了。他虽然隐约也会失误，但他追击的时候都不失误啊，他赶路的时候失误就还好。对，他不是那种致命的失误。他追击的时候巨丝滑。名牌到了，那感觉就是一个大比分的碾压了呀。前面8比，这把4抓是苟不住的。这翻窗了，最后一个护腕，一会儿闪现又好了。闪现一击，好像用不上哦。他弹个护腕可以，这样2个直接交闪。哇，炫技！这么炫技的吗？我回身续刀，后撤长虹光过板，反应。这打包精彩的呀。包精彩。他这个意思有点绿啊，就是说。场间看2眼 IVL。记下佣兵，这气象好危险啊！这75，那咱俩能不能找一个机会，巧妙的把这个侵蚀度给消了？哦，行了，不用消了。哎呦，好快的第一刀啊！吃刀了。隔壁是慵懒兔解说是吧？那确实。那没问题了呀。那感觉要看完所有慵懒兔才下来。那原因找到了呀。那这下理解了。让慵懒兔晚点回来吧。气象捏了个风吗？这里。再附身一波。哇，这也能预判！好家伙，这也能预判！这是什么？丘娜。哇，丘娜真神了！他那个窗虽然打断动作，但是他的窗弹出来了，所以他跑到下一个窗去翻了。跑得好快！又一个预判吹。到了。是的，反而是本体吼到了。但这个节奏来说不算快啊，那波预判闪现拖了很多时间。密码机还是差一点。虽然说密码机差一点，但是跑一个还是很有机会，毕竟有入殓师在。主要他得4的话，就得一直出去拐。还得这波手椅吧，看下这波手椅能不能打个什么双倒，或者说救不下来这种。记一下，这个但是很难呀。这个得 A 晕还得震慑。对。哎呦，好吓人！60多。难道说，哎呦，摊不到，无伤救下来扛了一刀。不过他快2阶了，2阶的话秒一下气象。但是你没2阶，没2阶的话，那这边附身完气象是有机会直接给你推走的。等张皇呗。应该是空军好像过来接应了啊！空军想来保这个丘娜26，空军的位置看一下，已经到脸上了，不敢附身，所以2阶终于开了。落地有没有交枪机会？落地预判吹，直接一枪无敌了！再预判一枪，不是预判，再交一枪，那这一波炸了呀！炸了呀！这2阶啥也没捞到，附身全交完了，气象的你也附了，空军你也附了，你现在这个一身灰溜溜的，只能拉到外面去干扰密码机，然后再平地自己本体去跟。这个配合真的太强了。这已经没有4的面了吧？这除非开门战能有神来之笔。
但首先就还是丘纳的机会才行啊。感觉气象怎么样，应该都有个4人开门战了，之举。对他这个气象，你附身落地的一瞬间，他直接给你吹走了，2阶都触发不了。他直接被连控2波。大门是91，沙包是37，对讲机都压不住了。主要沙包有2台，他可以连着修。你控的话，对，他们现在因为又没人在守，所以外面兴起也无所谓。这配合真无敌了。但是这里气象出现在脸上了，没躲起来，刚才手上有闪现的，我感觉要闪倒了。闪倒的话，解放沙包的密码机，让空军可以再救一波。能压好吧？压不好其实也还行，因为求生者准备去小树林开新机了。对，他们就争取感觉好一个。他其实可以修啊，他可以直接修。我也觉得佣兵是可以骗他回来的，传就传呗。你骗一下，把他的2阶给骗出来，这样的话气象下来是有机会能够牵制起来的。对，这样也能活。然后佣兵直接顶着修了，把陶片一拆，吓死了！想用飞轮清空，还好，还真正让他给清空到了。感觉阿夏打早了，这刀扛到了，但是他动不了，操结束了，这边还能再打。因为这个板进不去，减员了，极限减员。减员的话，因为异人拉回来了，所以外面的密码机他是控不住的。你反正去附身哪一台，我就对你附身哪一台，我就哪一台的人。他直接关门了，他不那个了，他直接提前关门了。那你管门我也能救，他预设开门战了。要挂地下室吧？这得挂地下室守了，挂地下室才有点说法。要硬走一个，你直接开了，2边门一起点硬走一个呗，对吧？他直接把地下室势头不对，直接就点开，把佣兵点小门，然后2个门都硬点，你只能杀一个。路边是硬点大门，你敢附身敢传的话，我佣兵也不救人，我佣兵就是点门。对啊，就硬点，不认识。你只要不传，我就硬点。但那边陆炼师是放手了，陆炼师也不怕死啊，他还有灵柩，主要他多个灵柩。对，你前期没有逼的话，其实到后面开门。关键是阿傻这开门战没闪现，他有机会有个闪现的话，这里现在闪倒一个还有点4的说法，还得多20多秒才能过来给套路到入殓，套路到入殓。哎呦，但是他有飞轮。是的，飞轮补距离。那边佣兵稍微等一下，对吧？把陶片一拆，你就完全佣兵还能把人给救了。对，他直接给椅子的压力了。那入殓师也活了，他们俩也活了，空军还在下面扎针。这里先打谁？还是想先打空军？空军毕竟是挂飞，他过不去了。大门已经点了强行过，强行来。大门我感觉得强行点了，强行点了。佣兵过去强点啊，稳走一个的。佣兵直接开大门，开大门应该就行了。对，没事，入殓师还能再过来点，一轮。你这边陶片传不了。这空军是不是有机会起啊？60多。他也得挂空军起来再飞轮拖。然后入殓师这边还能抢门。对，就趁他举气球的时候，这个大门。主要佣兵也在点，你根本忙不过来。我说实话，忙不过来了，现在真的是太忙了。99开了，走了。手忙脚乱的，真的手忙脚乱的，完全管不过来。最终还是保了个平局。又是一个2-0，阿克西斯。阿克西斯真神了，真神了，阿克西斯真神了。你的选择就要偏少一点了。开局先去中场赶一下史纳米，但史纳米这波是来了一波反走啊。是。脚印好像也没有看到。那开局可能会进入一个逛街的环节。给到求生者这边20秒的会议时间了。你要跟卡特内克打个照面。说不好能蹲住哦。有点难。这个的话，耳鸣范围应该是出来了。绕，一直在跟他绕。
这位置不太好，去放这个围龙。阿卡不急，他等个金身。放了，再钻。哎呦，换位没能来得及，卡森那个刚刚想换，没换得出来。这边金身好的感觉不太好牵制了，得对去预判一下他的金身。这波再钻，可能就要换位了。飞轮，哎，这个飞轮没有交出来。对，一倒地挂红泥盒，点位上只能让骑士来救了。他好像是想再贪一点，直接挂地下室。哎呦，想挂地下室。对。这地下室魔术师来不及啊。但是还是得救，就是他不得顶着压力，然后把这个人救下来。对，但是他可能进不去啊。看看多利斯这边怎么操作吧。这怎么进呢？魔术师主要是实在赶不过来。先博弈这个落地刀，直接招魔术棒，然后这个没有放满了。对他被多利斯，然后一个预判了，直接无伤掏下来。其实他可以早点放。是的，这波多利斯血断了，直接无伤救人，而且趟不到他的状态。是，想强行摊一下，这波不知道。哦，能摊到吗？应该还能打到。不敢摊了，不敢摊了。一波反走。再摊的话，小人家那边可能就会被摸起来。这边的话，应该就近挂到这边双11的椅子，然后再让骑士刷一波容易共鸣了。是。那阿卡的节奏其实现在属于还有，因为他们回光返照带的人实在太少了。对。你看左边电机也加起来还是不到3台的。再拦。他很聪明啊，还是直接利用跛脚羊的牢笼，然后直接瞬移到了脸上，然后一个容易共鸣救了下来，还保证自己的无伤。对，而且还给了刷出来一个容易共鸣。想再帮忙扛一扛，拖一拖密码机节奏。这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卡兹纽可能多撑一点时间。哇，阿卡这个熟练度，真的是应接不暇。他这个太恐怖了，关键阿卡现在什么觉得他真的是得心应手。不过还好2波算是被在海这边人类无伤掏的2波，所以节奏还好。他第一时间现在不想去找骑士，他还想摊一波4抓。哇，这2个威龙放的，魔师第一时间没走的话，这第一刀可能就要吃了。再跟这一刀能拿，但是毛消失了。想把多利斯击倒在这边墓地的遗产，因为墓地遗产很多的放走。这墓地遗产好像是81了，这个声音特别响。这个道具不交不行啊！再不走，那边的话得新起一台电。对，关键现在你谁来救他，其实都是个难题。是。只有心理学家这边带了回光返照。对，你道律所这边他也没有带回光返照，所以说等一会儿过来救人一定是心理学家。那你心理学家过来救，怎么才能把他救？有一个被拦截的风险，而且对你在外侧被拦截，你有可能人也不太好救。心理其实也倒无所谓，但是你这个人他救不活，他手上没有道具，所以阿卡只要在开门战他不迷的情况下，其实就是一个3抓的局面，至少是个3抓的局面。对，至少3抓，而且这边电机还压不好。哎呦，不敢翻了，只能再跟钻。不钻吗？他可能是打算压满之后，这个血线不太能卡半，不太够了。那压满，其实阿卡这边其实更开心了呀。完全可以接受啊，对啊，完全可以接受。你压满再去打一波魔术师的针对，然后开门战，如果魔术挂飞只剩2个人的话，大概率可能会拿一个4抓。对。这刀直接逼他救。不急，那边电机还没压好，其实80的电机。想多拿点状态，想故意给震慑，但阿卡知道了。你飞轮反正也用过了，化险为夷也用过了，现在就是打魔术师的针对，直接走了。直接开，哎呦，真的打到那这样子的话，魔术挂飞，场上只剩2个人，确实。这个开门战看能不能维塔人类去运营跑一个。而且其他的人位置，阿卡其实他也知道了。你喜达密这边去想着开门有点晚，他来不及。
手上的愿力值也够，看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骑士了。哇，他好像找到了。人有点准啊，他直接2个牢笼让他跃到骑士脸上了。那骑士现在必须要撑住，不撑住的话，心里那边跑不掉。这边有飞轮和头盔，应该还是有一阵愿力值还够的。这个兴奋直接用，哇，完成击倒。的话，你先去拦门，你先去拦门。愿力值够的。那边的门想要再开的话，9秒，来不及开完。哇，愿力值现在还够，还能再抓。哇，放到了脸上，溜不了，这个地方溜不了的。跑不掉啊！这边放的是个黑龙吧？哦，不是黑龙，但是你钻过来也没有板区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把心理学家挂上，然后再找骑士就行了。赶紧去找他骑士，骑士这边没有头盔，应该是走不掉的。走不掉，他开门他也来不及，开门现在18秒。阿卡现在愿力值还能再放龙的。想通过压波脚印在阁楼这边压波脚印。这里有耳鸣啊，有耳鸣就证明你是在2层阁楼附近啊。阿卡这边能不能排到？在排，他特意往回钻，只要往回钻，确定这个耳鸣他不在，那你就知道你是在 S 版或者说2层阁楼附近。是的，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你看中场是个地窖，他如果说是蹲到了心理学家挂飞了之后，然后再去在那个阿卡的空隙走个地窖，也不是说没有说法。关键他现在手上也没有道具，他一个平行刀其实就能击倒他。就看阿卡这边能不能排到。把牛耗掉。阿卡知道他在2层阁楼附近，他知道在这附近，但是这边有地窖，他看但他挽留快没了。不行啊，骑士第一时间不能下来，他现在得等自己的飞轮好。像是看到了，因为这边有一个看到脚印了。对，碎片。对他看到那个受伤的碎片特效了，那没办法。是，完成击倒，那这上来的话就能完成一波4抓。哎呦，这个波枪拿出来的熟练度。直接从红蝶亭这边走，应该不会去追硬皮这边的莫师了。好像是看到了。等等，索法这边的话没有去上2层阁楼，他直接绕到了墓地。皮特这边又打了一个回马枪，想杀中场的劳力。那老李这边是没有带化险为夷的呀，你杀他不对，求生者是能接受，不太像。他是觉得2层阁楼这边是有囚徒的，他在绕。哎呦，发现没有人。双方打了一波心理博弈，求生者这边的话是已经猜到了，反而绕到了墓地。扫把这边的博弈强啊，但是呢，皮特这边愿力也满了，你一个是满的，对你一个双弹飞人球都去溜一个满愿力不小样，但是现在好像皮特还没有找到追击目标，还在找，他在等淬火，淬火现在响了，也看到扫把了。哦，好准啊！因为他淬火了嘛，淬火这边的话已经是逛的时间够久了。哇，差点没秒，还好肌肉记忆。神力，哇，这个节奏那就还能接受，完全能接受。我发现皮特这边有他的跛脚羊有一个很常见打法，就是开局我先赶人，然后通过愿力积攒，等一个淬火，然后锁定你最脆弱、最想抓那个人之后再去抓他。反正我这边愿力可以积攒嘛，只要我锁定你的目标，锁定人在哪，那我秒杀你也是分钟的事情。是也可以，逛街没关系，就等着这波淬火，然后自己自信2个围龙直接解决掉。那这个节奏就完全还能接受，不过这个阵容上有守门人啊，守门人没过来，让木偶师过来，等等，木偶师过来就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呢？这个围龙还能再放一次，但是没放，但这个围龙放的有点歪，对，开龙，恐惧症射了，这个路易没有变出来，他应该是想变，但是手速可能慢了一点，变了肯定能救，变了肯定能救的，但是没有变出来。那这样局势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。是的，你这个守门人过来救，你这化险为夷怎么套呢？而且囚徒现在的时间你必须要赶紧快一点了。好像没有看到这边的能无伤，你先救木偶，刷木偶师，对，然后让木偶师去刷这边的化险为夷。他没有打算先刷木偶师，先刷囚徒，让这个囚徒先上去，然后木偶师利用他自己的路易，然后去规避一下地下室打双倒。有必要着急吗？我觉得可以2个人在下面再都待一下了。对吧？可以，对，因为他这边木偶师在下面有个变路易形态的机会嘛。你反正囚徒也是往外边拉的，你不如在外边多等一等。可能是有点慌了吧，因为毕竟地下室震慑那一波，对局势影响很大。是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从前期到中期来讲，皮塔现在是完全大赚。是啊，而且你看他现在2阶满愿力的跛脚羊，那我现在找谁能去跟我有一战之力？
对，唯一可惜的就是通缉的不太好。如果能通缉到木偶，他2节奏直接去找他，这局的节奏就可以让他有一个4抓面了。看能不能找着一个运品，或者说是转头直接找着魔术，因为闪现马上好了。对，也可以抓，因为它是一个单飞轮的模式嘛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不知道看到的，这刀肯定拿不到。对，再续上一个劳动才能这个。魔术爆发。哎呦，很准，差一点。可惜了，这在隐身。这围龙时间好像要到了呀。这个小走位，一波小走位规避了这波老龙。是。挨了脖。不过我这边愿力还是有的，我还是可以再继续跟上你魔术师，你还是很难对我。对，最后一个魔术棒放完了，然后飞轮也用过了，手上现在没有任何的东西。电机差的还是有点多的，差得多。而且你看他现在底牌还是在的，我完全可以说是到后期再去贴个市场控场，都是很有说法。守门人现在也是提前蹲了呀，这位置想要过来救，一定会达上这个状态。到时候2救让谁来救，这是一个难题。哎，对，而且你救下来之后，魔术师没有道具，估计想牵制。对，这节奏现在目前看就是一个有点4抓的面了。放一波双龙，打一波拦截，差了一个牢笼，就等还有第2个牢笼。他现在想要拖到过半，就等你慢慢过来。好，你现在的话位置是足够了，先开一刀，足够过半。还得救，电机还差了很多。这个时候把皮塔这边刚刚愣神，是觉得自己的愿力值还够吗？他应该是在看，就是在看外侧电机吧。他觉得说电机还差的挺多，然后我这边等一个愿力，然后我直接击倒这位魔术师，然后把魔术师挂飞，只剩最后2人，那肯定稳4抓了。反正愿力值刚刚是差一点，现在节奏手里有闪现，解决谁都行。哎，直接切一行，不给求生者任何喘息的空间啊！对，这都一环扣一环的。你刚做完魔术师，然后这边就被我追，真不太好跑。先把守门人铲子给薅光，不急嘛，反正他现在电机还差2台呢，慢慢打，先把守门人自己打没之后。这2台虽说一台是84的，一台是67的，但是你要算上这个跑路时间，其实密码就差1台。对，差1台，很难打了。对，你算上这个跑路时间，这密码机绝对是差1台的进度了。你这需要的时间太多。我感觉人类现在就只能说是看通我能不能就是放血，就是把这个自体进度流干之后有机会。对，慢慢打。我皮塔现在最好要去看一看密码机的附近，而不是说要找角落。他现在赶紧锁定木偶师这个耳鸣是从哪个方向给的？对，耳鸣说了，但是好像是以为是在马路基这边。这边应该是看到阁楼电机在抖的，确定木偶师在阁楼这边，但是好像没有想先管啊，还是决定先管一下木偶师。哎，密码机亮了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再补个围龙。还是刚归零，没有办法刚过去。是，给他牵过去，牵到中场去。不牵吗？是可以牵到中场去，可以牵到中场，把他牵过去找那边的守门人嘛，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就更好排。如果说是不牵，等一下木偶师起来还要能再拖个将近2分钟的时间。哎，那可能 Peter 觉得他优势比较大吧，我牵不牵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我直接就过来行。守门人摸了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对。反正不签的话，后边应该还会再拖个2分钟。没有，其实也不是 RC 人队上的监管，是 RC 求生这边主要是去救人震慑嘛。如果说是救人没有被震慑的话，人类还是空间挺大的。手里有移形，云皮这边的话不敢碰密码机，不急，碰一下吧，碰一下消除要乌鸦。其实这边他没有那个自起，没有追逐膨胀的，所以说那边慢慢排就好了。你只要电机走了，那我直接一个移形移过去。哎，好像是嗅到了，因为这2台密码机你没有吗？哎，又没嗅到，然后又回去了。他主要就是碰这3台密码机，你肯定会碰这3台其中之一，为了消除自己的乌鸦。是的，先排。这样的思路也绝对没问题。哎，这边去摸人了，能不能意识到？能摸起，能摸起是能摸起，但是摸起来绝对是对于我们监管者来讲的话，肯定是不好的，因为这守门人手里有根针啊。是。
而且这木偶师还能再撑个将近1分钟。他可以2输1。对。挡到一刀。摸起来守门人到时候状态再次打满，皮特现在就有一点小难受，因为他现在还急，他还要守一下密码机。不过求生者还是有点接近于一个慢性4抓，因为现在皮塔只要守好这3的密码机就不好打。这边莫赶紧趁现在空隙，守门人前的时候去过一下那还68的地，先打一刀。他愿力不够支撑他自己去从红蝶亭到马路街了，可能得直接把守门人击倒。你密码机能养好，他这边的移形也同样能攒好，所以说皮塔这边还是不急。对你别说，其实啊 ，RC 现在还真有机会的。你看守门人被击倒之后，那边心脏就是那边横空反杖可以起。对啊，他起来了，只要他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他击倒了，他移形还是能接上。哦，那确实。对呀，他移形现在还在，所以说现在求生者还是很难打。嗯。只不过相比刚才来说，那 RC 求生确实打出了一线生机啊。现在就看西体现在在回光返照之后，在开门战他还需要再撑个30秒的时间，或者说是20秒的时间。不急 ，Peter 这边说我也不急，我就拖我自己。我等我愿力值，拖得越久，对我拖得越久越好，对我越有利。哎，直接开了，趁你踩板。开了就看这个围龙，应该上楼了，上楼这个围龙就不太好放。哎，这个围龙放的好像放失误了。是的。而且第2个牢笼好像也有点小，也有点失误，看这个位置能不能逮到了。那边的门已经在开了，有机会吗？皮塔这边好像有点迷了，他急了，坏了，2个围龙导致自己找不到这个西体了。他其实刚才移形去管那个木地门还真可以，但是可以是可以，但是这样西体就能回头去开门了。我还真让 RC 人求生者这边一营跑了一个啊。是的，我觉得不可能完成任务，就是你换这2个围龙，主要是他把人给绕掉。哎，有点是想追击这边的律师啊，但是可能不太好追啊，因为他是可以透视的。那就大船正常的绕。没带双弹飞轮其实有点可惜，因为多个飞轮其实能多保1条命。哎，对，其实如果说是追击律师，你首选追律师，那其实双弹飞轮要舒服很多。光带个双弹，其实皮特这边还是很好去绕到他的。哎，你看他这个身位贴的也是比较快，就是很快，并没有拉多少的身位，就因为少个飞轮，上到了个红。焰火是标记上了，差个粘土以及干冰，再补，这个没补上。不过这边的窗台应该也是还没好，身位不太能拉得开。对，皮塔这边自身带的还是个移形，要不要交个移形直接快速跟进呢？对，可以，别跟了，交移形快速跟进。那这边有个被秒杀的机会，拉不开。有啦，虽然你是专业老狗嘛，是吧？但是你还是拉不开这个距离，还真不如像你说的带一个双弹飞轮，你第一波就有机会能规避。你如果真是带个双弹飞轮，他在大船一直绕都行。哎，对你尾波点满了之后，你更好去把身位拉开。没错，现在就差个干冰，等最后的时间。不过有冒险家啊，这密码机其实是属于牵制够了。对，平局的连击肯定有，但是赢的话让大副先过来进行一波依旧。大副还是比较近的。他气象好像是想帮大副扛一下压力，然后往大门这边走。因为大门这边没有密码机。那等一下给了化险为夷之后，让气象看能不能去直接第一时间修船尾。对，我觉得这波应该就是气象救了，因为大副这边修机的时候被给到了一个惊吓标记嘛，没错，再救的话可能会被摊双倒。那这样3层云就第一时间用了。哦，哎呀，给到了个干冰啊！但是还给到了一个，对，还给到了一个干冰。想打双倒，或者说是补一下状态。这个走位非常细节，好像小但看不到那边律师好像要跑掉了，而且飞轮还规避。哇，飞轮规避掉了，这个太帅了！而且这边律师找不到人在哪里了，只能换追了。一个强风吹掉之后，你还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跟上这边拥挤的进。这里追的关键他还是有道具的，还骗掉了一个什么东西，又骗到了一次。就算给到了，一个云再飞上去，哇，是没有任何追击机会，你节奏断掉了。自己的空中飞身还没好，这怎么追？去切一个传送，然后去找这边的搜把。但你找到搜把，这可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，还不如刚刚追这个气象呢。
在上帝视角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这边带了个回满罩，左边就是烙地的律师啊，但是他好像没有看到。对，插个干兵。50这个树叶根本就不着急啊，等一下谁过来救，让大副过来救，把这50些树叶硬拿，到时候把密码机补就行了。留在手上嘛，对，给队友作为一个遗产就行。反正我现在还有一个花钱的，我是肯定能救完之后带走，这还挺帮一条。再等。这边是应该是要被击倒的，没有什么办法。不过你传送交过，那我传下就可以大胆的去修了。不知道皮塔会不会认为这个 Soba 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人？哎，有可能，因为冒险家带回光返照的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带飞轮。但他一旦要是这样认为了，他就属于上当了。你看他甚至都不需要，就是CT 这边都不需要去捡人家的分金，因为电机已经50。30秒的时间，30秒的时间，密码机其实是能够的，够的，科学家退出了，在他传送来其实就够了。是的，在他传送好的时候，这个密码其实能压。震慑就行，不急，受伤了再救嘛。电机是够的，最后1秒的时候是肯定够的。那现在就是先triển开，硬摊想去针对一下 CT 的大副嘛，但是大副的还有一个怀表，没关系啊，倒地就亮嘛。对啊，是对于人类来说当然没关系，但是对 Peter 来说就比较有关系了。等直接亮，然后你看你现在怀表还有一个，完全可以带这个怀表去拖时间。这个传送可能要直接用了，只要怀表一用，他就会用传送。那边的话是一个是劳力的律师和 UP 的气象学家，那这边的话，劳力就头铁点这个门给压力。是的，这边还有个飞轮，被规避掉。不过这把是可以下下来，而且你没有空中飞人跟进不了。两边门都属于是在开，这个大门还在点吗？大门好像跑了。哦，那就是直接第一时间是撤到往小门那边撤了，冲小门了。这个身位好像是来不太及，因为你是没有带。他得第一时间往那边冲，没什么机会的，因为你没带网游嘛。就算能拦到这边的律师，也是没有办法直接吃到，没办法拦住了。那这样也是拿到了一个3跑。对，恭喜RC在第2局拿到了3跑，拿到了一个3比1啊！拿到3比1，等一下 Zeta 这边双方换人，他们必须要完成3跑啊！对他们必须要完成3跑，然后才有机会。好，现在的话就是看的1v1，看这个魔术师牵制的怎么样。虽说是个魔术师，但是也不太好牵制。不好牵制，大船其实换谁都不好牵制。哎，对，你看现在已经被逼离大船的那个船体了，要在玩船外这块板。前面的话跟上，可能就不得不招魔术棒。万一你放了魔术棒又如何呢？但是这个，哇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直接打一个隔冲震慑。我还好说是魔术师这个分身加速有加强了一下，都差一点能打到隔窗刀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再放个魔术棒反走，现在2个魔术棒都已经用了，但是这边有回复这招，肯定是这样的话。哎，但是断拧，对自己给断了。哎呦，抽到刀，那还行，完全能接受，自己的闪现马上好。对，你这个点不是很好卡位啊，他 Peter 可以像刚才一样直接打个跳投刀，然后再快速跟进。他不敢翻楼上的窗户了。这边有个闪现，预判闪现，直接进行招出魔术棒。是，感觉是要被击倒，交出闪现，闪还行，这个牵制时间还可以，就相当于是快3台电。但求生者这现在的节奏不够，不够争3跑，完全不够。就只是说你牵制时间够争一个平局，完全可以。是的，但是不够争3跑。26下来是不太可能，只能指望着到时候空军看能不能过来帮他牵制到更长的时间了。对。你还得压血，去把这个血线压住之后，太空军这边好像是先去想破一下大副的电机，然后大副做完之后直接快就近起。等等，这个位置堵住了，不太好，哎，没堵死，没堵住。阿卡这一点，大副直接去修他的船的。是，然后让多利斯往大门那边倒，刚好是其他
哈密斯这边是在那个。既然已经套了化险为夷，那就直接带走，不要说指望去牵制6个人。如果说是你想要牵制的话，这个化险为夷其实就白费了。等一下，多利斯是往双11这边倒的，但是双11是一个园丁啊，我以为他是往空军那边倒的。你这样为什么不往空军那边倒呢？哎，对，我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魔师肯定是要往空军这边倒，但是他们好像是打算让他倒在了大门这台遗产。然后让空军先修电，然后等他化险为夷时间结束，然后再赶过来去进行火作业。然后救完人之后，一把枪让那个多利斯自己牵制。可是空军这个点位有点尴尬呀。用这时间破大门。救的话好像能救，但这个枪有点不太好开。哎，飞轮躲一下，然后交枪，可以的，这波算是很成功的一波队员。然后再利用这个空隙去破大门的电，然后破完之后再去给多利斯扛刀。看到6次能不能撑住这个时间了？有机会。这个板子刚好亮，直接拍找空军。来了，这刀只要能扛到，这局其实就能打4人开门战。哎，对。哎呦，没能打到。直接打空军吗？那这边的话，好像电击能拖够哎。是，但他还想再摊一下，想试一试。阿卡这边其实还是有机会平局的，因为你手上没有道具。还好说，对，还好说这个板翻过去的，大心脏是能起的。直接起，再抓魔术，闪现可以直接交，或者说可以，如果能省个闪，直接省了，直接省。那还有平局，我觉得平局是有的，平局是没有问题。是有的。你打到4人开门战还不够的，因为魔神还是得撑，你自己手上道具没有。那个门好像还真能开。但是2个人好像能开没有用，一个是园丁走不掉呀，一个是，但是他好像传的是大门。哎，不对呀，没有地窖。传大门的话，卡兹尼克现在不太好跑，只要排到了卡兹尼克还是走不掉，这个他能不能排到呢？再往左边走2步，其实就能排到。对，左边走2步就有耳鸣。哎呀，就差这2步，阿卡没有往那边去，但他可能会回速，会回吗？可能不敢回了。不是吧？那传下是个地窖啊。哎呦，这边的吉纳米过来卡了一下耳鸣，阿卡应该是不太会回去了。卡兹尼克这边走地窖，对，3跑了，没有问题。差一点点吧，他要往左边那个再稍微靠近一点，那个耳鸣就出了。是没能盘到卡兹尼克这个耳鸣。哇，往左边走2步，其实就能盘到了。对，以一种铤而走险的方式。密码机要是击倒了，勘探员可能就得上班。封的是屋里面的那台电，这个兄弟。那这里不着急吧？4人干扰勘探员，把勘探员赶到大门去，哎，再着急附身。双追了，这边是想双追了。是的，把他赶到大门，然后再附身嘛，把这陶片直接把大门废墟给他封住。对，陶片给一个稍微能炸点的位置。这个点位差不多了，直接封。扫把这边只能被逼的转走。对，这个点非常难溜，就大门这个板子自从改版了之后，完全溜不了。这是机械师的想法是吧？这真溜不了，你不管是机械师还是什么角色，这都太难溜了。吸一下板子下掉，但这个吸了作用不大，因为你转不走。对，而且你看它侵蚀度73，挺危险。不过还好躲掉了1-4人的这个。这里可能还能拿到平地刀啊，有机会吗？磁铁2个都逼了，应该很难拿。他只能一直回头看了，回头把这个侵蚀度给他消掉，因为闪现马上好。哎呦，那这样看板就算闪现给到，哇，他这个闪现省下来很细节啊，直接隔着窗户，还好没翻。的缝隙打到一个，那这样子看飞轮得规避一下这波侵蚀度叠满。是的，想要去控一下中场。其实还行，你看他这样前期这样牵制节奏下来，强电机也快3台电了。他的伊森人，我觉得得着急招回来了。一直在外边去控，你怎么去闪现他呢？是的，他在预判那个大房那边可能有人修电，但他直接换节奏，有点没必要了的，就是说被喷空了，被逼的交个闪。哎呦，闪现被飞轮预判了，但是这个窗户应该还是能打了个极限震慑。是的，还行吧。这样子马上快开出来2阶，那这样子勘探员可能不太有26的说法，就还是有很多空场的机会。刚刚应该是没有接入记忆。如果有接入记忆的话，就应该翻过去了。啊，对，如果是有接入记忆的话，肯定打不过这窗。这边寄生干扰一下，2阶马上就响，估计周海的时候应该就响。是，
那等佣兵过来怎么救？然后我没有特别打算想救的意思，但是可能还是会要压满去救一波，没有想那么至少救一次，因为他迟早是2阶。因为刚刚给到的是个震慑嘛。对，可能考虑到这边没有调状态的，我要救2波的话不太好换位。弹一个护腕。而且想有没有无伤偷的机会？不太好无伤。打一刀。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，看用这个磁铁能飞掉他的这个2阶侵蚀度，这是唯一的。反正现在大门就是他家了，他不能离开这里。是。哎呦，想让他走，直接带到4个院。那看4个院这边的火灾能不能帮上点忙了。火灾这边的话有气囊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可以帮忙堵一下路，堵上了。但是你看索法不吃套路啊，直接往远处拉点。对，麦乐迪这边的话也知道你这边火灾会帮上忙，我直接绕。这波他是顶着索法是顶着一个2阶的艾维，然后是的，从大门牵制到了沙包啊。这牵制可以了。这牵制是现在已经拖出一个化血梅一的时间，甚至好像还能再撑个20秒呢。手里有个磁铁，对，我在想他会不会直接就是被下野直接打成圈的？哇，吸了之后顶上，飞轮有在，但是来不及。飞轮有在，对，来不及，差上了个0.几秒吧，然后就有这个打这个火。对，完全是能打一个30分。对，挂上去之后，那边电机3台也都快压好了，感觉能直接通电呀。看习体这边密码接到已经是多少的，已经压好了。对，压好再骗，就骗你过来给个逃骗，这样你开门战我这边可以解放。我建议他这个大门得提前把这个伊斯人空去，要不然自己本体提前过去。你这个火灾一旦要贴上门，你可封不住了。对，先来一下老李。贴点啊，佣兵再给头铁给压力。是的。习体这边呢，其实就在骗你这边的一个艾维过来，你只要过来了，他这边的气囊就会把门口封住，火灾就直接任意去点了。哎，是。你看现在感觉对于艾维来说不太好找节奏啊，他们每个人都有道具，没有一个闪现身位会给你的。拖嘛，没关系的。而且这边气囊火灾完全不害怕你，只要古董商这边不要扛太大压力就行。但佣兵这边你可能管不住了，佣兵直接硬拆逃骗，那边门口现在不到7秒，接着就能开了。稳就走一个肯定是行的，古董商这边在后续去走，拦不住了，好像只能拼啊。你这边二阶交给了这边火灾调查员的先布，那边古董商可以特别放心大胆的去走小门。是的，有飞轮又有机关枪，自己给的移速的情况下根本追不上。那如果说这把被人类拿到一个保平的话，那下一把好像得还以一个4跑才能说是扭转战局，只能4跑。那从这样去看，其实，开门战就少一个化血梅一有可能。感觉安陆府这边是有点想找那边邮差啊，邮差是最好追的。小茶包，好像是没看到，第一时间应该没看到，躲在掩体后。主要乌鸦没有惊，这乌鸦要能惊，那就知道了。前面，有点看到了，意识到了。不过还有是个双男飞的邮差，那只能照镜拿刀啊。哎呦，这刀能规避吗？好像堵到墙面上，折掉了。但折掉了板子的话，也没关系啊，进到板区了呀。对，应该是规避掉的。是，可是应该是韦伯定律。不过在这个板区可能有点危险，感觉有机会拿平地刀了。飞轮，这边还有狗，黑岩很秀。是的。前期，然后这边找一下那口，看能不能帮上，又折一刀。哎呦，这么能折！哎呦，这样拉远再往大房带，其实也行了。对，你看他这个身位拉得很远，还有分是双弹性，可以继续拉身位。你闪现不够距离啊。不止双弹，不太好闪这个地方。还有3个弹射呀，相当于。阿洛夫这边应该是不，喂，等会儿这个闪现有机会了，不过他应该会省，他想省一波闪现了，交镜像。还是很稳定。红夫人这个角色贵在稳定，对，一刀。但是卡斯尼口这边过来了，有闪现，想拖，他吃一刀能接受啊。对，他只要能拖个20秒左右的时间，外边2个人都在进行破译，来了。哎呦，好骗！你看两边双重就是多层博弈。是的，怎么？但是自己绕到墙后是，哎呦，再帮忙一个点刺。
哇，那这样得不偿失啊！被他把闪现相当于是给硬生生给拖出来。是的，属于是16吃了1个闪加3个镜像。但是对于红夫人这边好像还能接受，你看电击2台半，那边小手直接拉着火箭过来。这该怎么说呢？只能说是队友之间还是了解队友，你知道吧？哪怕是前队友。对，你卡顿以后直接就知道阿德福这边想怎么防。小明怎么这么了解？出一刀，虽说没能打到，只是想逼他早点去救。想打真射吗？有点难，应该是打真射刀。哎，有点极限了，这样救下来。扛到吗？这刀扛到的话，有开始有26的。是的。哦，扛到了，那游戏还在继续啊！这波26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。没错，我到时候哭手这个化险为夷，看能不能尽可能去省一省了。其实阿鲁夫这边倒是还真是已经有意在去防对26的先缺，但是哎，哭手这边其实是能亮，哭手这边亮了之后可以过来帮忙。对，我怎么感觉还真的有一点四跑面？你看这个下一个镜像能不能躲？如果下一个镜像能帮忙躲，这个局面真是有机会争4跑。毕竟这是个红夫人，红夫人在后边开门战很难去处理一个4个人，或者说带化险为夷的人。这个位置好像有点难受，能打到吗？打到了，那还行。悄悄在旁边想试一试，这个火箭来得及吗？哎，打白了。不过也有点慢了。闪现吗？不可能吧，闪现 CD 不可能这么快啊。哎，对呀，但是所以为什么他会感觉好像是准心没有对准？滑了一下吧。我觉得他要是对准这个是肯定能打下来的，是不是交互气球的话，那个不太好说，但是肯定是能下来的。他刚刚那个起手其实也有点慢了。还是看卡兹内克这边能不能保住，毕竟现在是2个人过来保的。邮差是没有带火光反照的，所以是需要一直去扯这个血线条的。我觉得要不就先打吧，要不然这个血线条会烧得太久。对，迟早是要救下来的。对，可以先杀这边卡兹内克。卡兹内克是必须要近身的。好扛，那这个扛到刀的话，还真的有一点说法。先打棍，不让你转近。但闪现马上好，还得接着保。啊，最后一个火箭直接带人走。但是这时候就带人走吗？这时候带人走的话，你这个位置就算拉开了，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拉开，你是需要4跑的。应该是直接通电，然后那边直接躲他。直接通电了，就看这个飞轮能不能把这个镜子给他规避啊！而且但是还有个闪呢。阿洛夫这边是明知道自己是只要能解决掉一个就能。哎，飞轮虽然是躲了一刀，但是现在还有个镜，以及还有个闪。很果断，直接闪现过去击倒了。我感觉他就好像开门战不往脸上走，没有走到脸上，还真的有点说法。就那个飞轮用来躲镜像，不躲平地刀，那就有点说法。都难啊，因为他就算躲掉了，还有个闪现。可能概率就是有4跑的概率性会更大一点。是，比现在要打一把。不过这把我觉得这塔求生者打得真好，打得对的，保的真的是非常不错了。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恭喜 RC。开局先选择拉点啊，原定是拉到鬼屋后面去的，然后这边看到的是拉吉的木偶师，对，没打算追。连飞这个还是很快，开局直接加到了161，好像能拿2刀啊，这个距离。哦，那很乱啊，一个牢笼拿了2刀。是的，这开局节奏很好。哪边选图？应该是 DFM 这边选图。这边路易就被逼完了。而且你这车不太好坐呀，坐不了了。对，你就算能上，他那个如果说你愿力值够啊。对，愿力够的话，也可以把他拦下来。然后有的时候你上一波车能，这个威龙有点失误。那这样闪现感觉能吃出来，因为愿力吸不上。但没关系，这里跟闪就行了。电击的话只有一个不到2排。对，以园丁来救。好在这边对，好在园丁这边带了一个化险为夷，不用让终点半场的人过来。节奏战还是不错的，到时候一个化险为夷救出去之后，他就往电击桥那边走。
查一下机器的位置，是的，能拦到，先虚盾，能够打下来，这个人应该还是可以救一些。还是会受伤的。对。要么我是带走，吃刀了就吃刀了，无所谓的。吃刀无所谓。哎，这波钻回来是不是有点危险？我觉得还可以顶着这个。硬拆吧。哦，他难道是想24牵制？他想法很大，他并不拘泥于说我要去倒到电影桥，我甚至还可以26。所以时间成功拖出来，然后硬拆这个牢笼。那这波24牵制时间拉起来了。是的。哦，最后1秒的哇，这波反也是很成功，没打到。而且你看他这个牢笼有15了，那还有回去。对，看这个板子能不能盖到，直接放了。那这样子第2个牢笼好像又能废啊，能翻过去吗？还能再破。哦，是一刀加速极限刀。那这个节奏对于人类来说是有平均面的。没想到木偶师敢进行一波24牵制，因为他要24牵制没能牵制成功的话，又倒到园丁旁边密码机这一局面，监护者是能去争4抓的。对他要是没有牵制成功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是的，是后话的。他选择可能艺高人胆大吧，要决定说再牵制。是，幸好是牵制起来了。再等守门人这边安稳去救。我可以提前出场啊，把这个笼子拆一下。可以帮忙扛。就是再打得再凶一点。对，看能不能撑过这个化险为夷了，帮忙扛。可以。没扛到就撤。没扛到。哎，左下角的画面是定格在了。这就是3个人去运营最后的一台店嘛，然后定格没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沙豆，别加赛就行。这边有底牌啊，其实还是有通场说法的。看园丁这边能不能再去摸道具吧？如果说是里能摸文针，这个局面其实3个人还是来回好拉扯的。现在其实好像现在是判断到了，就是有人可能也想去鬼版那边修啊。哦，他们很喜欢打预判啊，就发现日本天气这边选手监管者都喜欢打预判。是的，就是没有看到人直接过去。好像能注意到吧？能看到这边脚印已经出来了。打一刀，这应该牵制不太动，因为这边牵制不太动，没有什么牵制能力。这位置只要击倒了，其实监管者还是能去找一波4抓的。给你把板子下下来，然后放个飞龙呢。这园丁有点着急了，他可以在起点先摸个道具的。哎，是，就不用那么急着先去破给隔板店加。没错，一旦你要是说是摸一根针，或者说是摸个遥控玩偶什么的，这一波道具都是能帮助到求生者来回拉扯的。你现在一倒，反而现在关键点就出来了，因为他们现在修的应该是电击桥，然后现在的节奏也并不是很好。是电击桥吧，还是说是帐篷？是，应该是电击桥，是电击桥的位置。我刚才看电击桥，电击是没有开掉的。对，他们离最后的门到时候会，就算能打到一个开门战，他们离门距离很远，现在是问题比较大的。所以说现在他要是能现在排到这个救人的小说家，那这个局是在他手里，但是好像没有，他没有射到小说家的位置在哪？他能秒就行，只要能在开门战能击倒一个人，其实就可以了。但是这波压血好像是有机会能拖到3人开门战。其实可以直接打的。对，刚好小说家说你不打好吧，那我就跟多压会血。对，这样的愿力值其实是有点亏。这个难不成是想要播一波震慑？哦，他想打针对，但这个针对自己的愿力值飞得有点夸张了。想找小说，但是小说这边可以换位。闪现击倒的说法呢？你击倒的话，好像都不用闪现，那园丁也走不了，还是有这方面啊。能3，那边门是没有人贴的。我感觉人类现在就稳着打吧，他不一定要跑平局的，平局有点难。就园丁这边卡着，不要让他发现，然后拖那边的守门人直接开门走门。终点的门肯定是管不了了，他现在最好是盘鬼屋这边的一个2名。哦，等一下，直接传吗？那边可是有铲子的守门人哎。是的。不过还好，这边看到是没有进到这个板区。往回走拆墙，他想直接倒角落。我感觉他好像是反应慢了，如果说反应快一点的话，好像是能成功进到这边的板区。那还有啊，还有机会啊！虽然说这个传送有点莽撞吧，不过说能快速击倒守门人的话，就是另一个说法了。但是现在他要再盘鬼屋，可能就不是那么很好盘了呀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堵到这个位置了。
你现在起点门有点难拦，你就算去拦过去了，他回过就能去救了。是的，他卡的这个位是鬼板的这个点。对，想出耳鸣的话，可能得再往右边走一走。啊，能爬出来了。哎，差一步。就在脸上的时候，那这样就能去救了。没有道具的，哎呀，盖到这一波板子，齐肯就难受了。再拆围龙，给到了机会，袁静这边可以直接去救守门人了。那这样局面就有一点偏平了。但他给他可以做好，就传送也就会能做好。那边好像有点来不及，因为救下来他们那边门已经是看到了3成，好像差上几秒钟的样子，对，8秒钟左右的样子。来不太及，他现在阅历值也只能放一次围龙，差上10秒钟左右的样子。是的，门是能开完，那就是保平了。再硬开。对于人类求生者来说很赚呀，对吧？如果很赚啊！刚刚也就是着急这个传送了，所以导致他这个平面就有了。啊，不够，怨气值还不够。门开了，刚刚好。续盾，人家可以续盾。对，帮忙扛这一刀，完成平取。哎呀，这个传送。追击目标还是选择去碰一下这边阿拜的木偶师。哎，阿柏这边的话去210窗躲藏自己的位置，我觉得他可以压个脚印，就是前期压个脚印，这样子的话，进入追击节奏可能会比较快，看怎么交路易，跟圣把的追击节奏好像差不多啊，就开始。是的。再偏，先把你弹射逼出来。哦。其实还好吧，就算是一个稳定。能接受啊！你每一次围龙放了，然后我再变四身。对，但这个围龙放的，给自己筑了个小单间。哎，是的，他能在这个围龙之后再续上一个牢人的话比较好。是，还没有第一时间找到末世的位置。再变一次身，硬拆，拆了之后直接进板。前面一个失去应该是够进板，想用身位卡。哎，能卡成功。哎呦，还好说是这边路易反应出来，要不然他就。这个变身其实有点没必要。哦，对，他是那个可以就是，对吧？自己反正就硬吃了吧。对，硬吃了自己还能有个小加速。这边击倒没有击穿闪现，不过他这个倒地的位置还可以，就是在失楼不会干扰队友的电击。是。节奏上让骑士先来救，然后骑士先过来救，到时候可以再有一波牵制空间。先排一下位置，他通缉的是大副，但是耳鸣出了应该是知道是打了个变焦，决定派骑士来救的。没错，为了不耽误大副的密码机嘛。哎，有点不太敢翻啊。不敢翻，有闪现的。没交互技能。来刀，上个容易过敏吧。但是终点这边好像是有一台3连电没有开的，那求生者这边得赶紧想方设法把3连电给破掉。反正现在就是保一保，多拖一会儿。哎呦，这个梦不过提前变身了，有点伤啊，这波有点白保了。进到板区好像进不到。哎，那好，打到针对了。对，还能摊。跟那个这波骑士还能摊。注意一起交的，有点亏。哎呦，拉斯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摊的，刚刚要摊能摊个双倒。哎，至少的话能逼个道具。这边其实对求生者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3连电怎么破？对。稳定刷个圈，但是好像换的有点远啊，这个位置。倒还是能救。哎，这是想陪跑吗？想帮忙保一保，扛到这一刀，让他多撑一会儿。那就是拿命换喽，可以拿命换。就拿命拖终点的电机吧，就应该是拿命拖终点电机开，你只要开了一台之后，后期就好运营了嘛。不拖没办法，骑士那边道具也快交光了。哎呦，差一点点，那闪现那完全可以接受啊。是。如果闪现交了，电机，其实，在监管者的节奏上，你没有人现在敢去起终点这边半场的密码机。就是不亏嘛，就算交这个闪现，只要你终点电机开不了的话，那就是。没错，哇，这边还是无语。现在可以直接抓骑士了，可以直接抓。哎，
哎呀，这个把自己藏到板子里了。对，换到板子里了。这边还有飞轮和一个左飞啊，那还是有牵制说法，还能抓。大副这边已经但是好像是猜晚了，猜晚了。对，猜晚了，然后没有办法。刀先出现的，他才猜的便宜。好像是倒是有个幻想问题，这是换了一手抓，没关系。强行摊这个电机吗？先手密码机吧，要摊人吗？我觉得摊密码机会更好。我也觉得可能摊密码机会更好，就是你照着这个3连电打嘛，因为跛脚羊是的会比较灵活。只要能把他这个怀表逼了，其实这局面他就有机会能4。对，但是你看那边好像并没有说是让调香师自己救啊，大副跟他一起去扛压，我觉得这波可以让调香师他自己去扛压去救这个人啊。对呀，然后那边主要先破这个3连电会更重要一点。调香师不是能救吗？大副跑过来修帐篷，帐篷不是跟红马密码机一样多吗？这波人类在川牌上感觉是这个决策我觉得有问题，打的调香师，但是骑士交了飞轮，他应该是觉得调香师他没有那个幻想可以回光返照嘛，想给那个调香师砍不刀，不必没有必要。不管怎么样，大副耽误了20秒的密码机，20秒多，他没有修机。这20秒如果他用来修机的话，在红马那台密码机都能压，这时候他能直接亮的。而且现在人类现在有一个比较就是两难性，就是你没有人去救人，可能要4了。对，可能要4了。这边没有，但是他好像等一下他守错了边，马戏团那边来的，那找鬼屋那边是很明显有问题的，他没有看帐篷的密码机在晃动。那这样的感觉相当于是被无伤拖下来的呀。那这样平局面可能又有一点点的说法，他底抓调香师的针对，只要能把调香师击倒了，他还是有3抓面以上的。大副现在想帮忙扛，钻过去了。我觉得他可以就顶着去强行去拆这个牢笼，就给他把设备卡让调香师去拆这个牢笼就行了。为什么要钻呢？关键我感觉应该是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摇杆，就是摇杆突然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钻过去，他自己应该也不想钻。那这样的保底3抓起。甚至可能还有机会能4。看大副这个怀表能不能规避？是的，能不能规避掉了？他需要拖到终点门那边门开，但是终点的人是确实去开门了。有机会，如果说这个牢笼快速击倒，那还是有机会。只要能击倒他就能4。击倒之后直接传嘛。但是好像打了一手稳，他好像不太急了，就没有想争这个4了，就是把你大副稳稳留着，对，大副稳稳留着，保一个3抓的。因为我这边3抓的话就是优势嘛。拿下一个3抓。是的，只要能拿下3抓，对于监管者这边肯定是赚的。那么 QTD 这边是完成了一波5比3的积分。交易4人，然后本体双控去找这边的画家。是的。因为已经看到了，我看那个入殓师已经开始准备去2楼放棺材了。看了可能也得选择硬抓。对。没得选，你像现在去抓别的入殓师那更难抓。是的，下一下没下到，不着急。跑线的位置的话还是不急着落。这片区域就差不多了。这个感觉可以在这个下逃兵。是。已经看出来了，已经吸到了，那就在这里一直站着吧。等一下，如果说是自己出来的话，还不只是能拿到平地拿刀啊。哎呀，你这个话没有来得及画度好，是的，你还好说是59吧，你不是60，你要是60已经就进斩杀线了。其实还不如刚刚在这个圈里硬把这个侵蚀度吃满的。就强行去把这个第一个侵蚀度吃满。那自己这波可以再回头去找这个圈。主要是你拉不开一个闪现的身位，你可能会被闪现击倒。是的，而且身位很近，只能看能不能飞轮规避，然后这个闪现，然后再放幅画是唯一的生活机会。先放个画，直接放了，看画，那还行吧，相当于是把前期那个危险期给渡过去了。是的，电击节奏减缓了一些，然后成功应该能吃出来闪现。这些闪现就准备直接交就行了。这不是在倒走片光？这个时候幻追入殓师他是看灵柩给那个画家画上的，所以就有点不太想追画家的。没错，不过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就因为入殓师的身位不是很远嘛，如果说我能快速击倒这边入殓师的话，那边电击节奏还行。但是他这样拉的距离，外边骑士破译密码机也能跟上。等等，
这个位置能不能逼出个闪？还可以逼出闪现。好消息是这边2阶快出来了，你不鱼雷师应该没有什么2次牵制的机会。对的，也还能接受啊，我觉得对于艾维来说完全可以接受。你看场地加起来的话，就不到3场了。来给个逃兵控个场。这个鱼雷师比较能做，所以血线可以压的稍微死一点。其实他们可以选择硬修的，画家毕哎，竟自己我也觉得可以身上有灵选硬修啊，修。是啊，因为他现在已经2阶了嘛，你修了再给的刀也不亏。对啊，他要真传过去把你画家击倒，那这边入殓师不是就活了吗？而且入殓师下椅子之后，他是可以再刷一个灵柩的。我第一波可以给，比如说，但这个时候硬修好像不太好了吧？因为灵柩已亏了，对的。对啊，入殓师那边已经被救了，而且直接反吗？而且你主要是入殓师这边红圈了呀，你再头铁硬修就没有任何的收益了，除非说是你这边找不到入殓师。应该不至于找不到吧？布置一下队友其实就行了。好像还真找不到了吗？你要是找不到的话，那就一切从零开始了。哎，找到了，还好。找到了那还行。不是，主要是这波负收益，求生者把拉满了呀。你这个灵柩也用了，这个灵柩没必要用啊。而且自己的队友已经被救下来了，为什么画家还要接着给压力？我觉得他有没有可能一种想法，就是他刚才之所以给画家就是直接反生，是因为他不是救下来之后他会再刷出来一个灵柩吗？就是手上有2个灵柩。如果说第一波反生那个时间快的话，我可以在画家反生之后，我原地再放个灵柩，可以避免队友再救我一波。是的，那主要是他这个道具全交了，然后人还被找到了。哎，那太亏了，就得不偿失。又给到压力，这个进度要叠满了呀，要80了。还行，没有被看到双倒。这边应该2次牵制是没有什么说法的。等一会儿，反正密码机暂时现在跟不上。最后2台电机有一台74的不太好开，另一台是的能开掉，还能有波控场。这个闪现感觉不太好交，不太能交，交了之后开门战肯定要不太好。画家反正现在只要把密码机亮了之后就藏起来去摸道具去。哎，这边还开到，还想是他专门压下机片还想。现在没有人能去开这台密码机，火灾现在最好是面对密码机把自己的球给放出来。他们决定派画家那边找个机去新起一台。那这样可以直接去抓呀。本体先站在这台电，确保他人修不了，然后把人赶走之后，然后再一个2级寄生器把画家是的，他现在再敢进行破译的话，直接抓画家，因为这个点位他只要传过去，一定会把这个侵蚀度变满，哪怕你用了。对，这个画家击倒是很赚的，因为他是2挂，没错，这样确保开门战有个上挂飞。画家现在还在给密码机压力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可取吧。这个闪现其实是可以交给画家的。哎，可以交，这样开门战有个上挂飞。是的。你现在就是一个2挂了。那边回来还要赶紧去破译大门那个74密码机。还行，你像这波如果说能打到这个佣兵的血，那开门战佣兵就没有办法逃。这没关系啊，你只要敢碰密码机的话，我就伊斯人附身。有堵住吗？堵住了，堵住那还行。堵住了。一直修。闪现其实是可以交给画家的。哎，可以交，这样开门战有个上挂飞。是的。你现在就是一个2挂了。那边回来还要赶紧去破译大门那个74密码机。还行，你像这波如果说能打到这个佣兵的血，那开门战佣兵就没有办法逃。这没关系啊，你只要敢碰密码机的话，我就伊斯人附身。有堵住吗？堵住了，堵住那还行。堵住了。一直修。没关系，你就算是能一直修，伊斯人等着火灾那边去贴近门口再附身。就相当于是他这个用这边的闪现换了一个火灾，换了一个画家的上挂飞嘛。然后画家现在是没有技能了，他现在就是下椅子打针对，不需要打佣兵，就打针对。哎，没打到，打到是佣兵的话，那就要来回打个拉扯了。现在主要控伊斯人，得拖。看火灾这边的话去不去贴门口，只要他贴门口的话就附身。这个点位好像不太有能2阶以下作死的说法，因为手上有飞轮。不太好作死，现在就不让火灾这边去贴门就行。画家反正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，他只能藏起来。是的。
但是那边画家好像想偷点门呢。不着急啊他，这个身位好像还挺急的，咱不着急，但好像他挺急的。你说的是哪一边？求生者吗？你看画家，对，画家在求生者这边在偷点门呢。其实没必要急的，拖一拖挽留就行。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急。他点门的话，被拿到了一个机会。如果说这个时候被击倒，那就不一样了。这个2阶一击倒，那边还有陶片啊，这里能直接挂飞啊！哎，好像有，他应该是觉得说，如果我挂了他这边，火车站还得把这个陶片给开掉了。可是还没开啊，那你现在怎么去管画家呢？现在问题来了，那我怎么去管这个画家？好像对呀这个击倒，不是，那这个击倒的意义是什么呢没？有任何意义了。不是他可以，他可以先把那个画家挂掉之后，然后再去管，哪怕管这个小门好像也可以，大门好像不太能控制，但小门啊。他这个格局还挺有想法的，他直接往大房去进行攻击啊。那这样在大房就可以进行对公式化6轨了，可以正常绕圈，没有办法回速。哎，但是你看求生者这边是不是有点小尴尬？就是前锋这边没有电机修，就有一个人在前锋这是要补撞吗？也没补撞，那密码其实耽误了好多。至少可能耽误了10%几吧。是，哎呦，自己的隐约失误了。如果不失误的话，竞技学家只能转这块板，其实没有办法去继续玩窗的。没失误的话，这时候可以逼得他踩板了。对，这样子这个窗户好像还是能翻过去。那这样子吃一刀之后再去找1楼的板区，就节奏不太一样。这样吃一刀能接受。吃一刀，再去蹭个窗台，然后往前面板去转。哎，踩一个板，进到前面去的话，这个得考验你两边的基本功。头不头铁了？还行吧，闪现早用的话，把状态早点打下来也是好。正常拿刀。对，隐约这里还能跟上。第3刀也能拿应激嘛？对，就等个应激。刚好你应激血条还在，那我就不急。这个局势就感觉很平，就把你的血掉，我可能是吧。看他怎么挂。如果挂201窗，哦，还是得前锋来。我感觉前锋这把全程都在跑，就是跑图时间耽误的非常多。他其实如果在中场直接去进行破1的话，现在密码机应该是在70-80。他可以直接就顶着那个脸开局，因为正好没有刷电嘛，他可以去顶着那个脸去破1油桶开电。就飞点球无所谓啊。让进攻者追他其实也还行。是的。发球，为了躲这一刀。接下来，这边好像有点想2个人重叠吗？有点想保的意思。哎呦，撞墙了！但是监管者没想要敢弹，他先把。其实我觉得撞墙挺好的，但是最差的结果是就撞到监管者的刀上嘛。那如果说撞到监管者刀上，心理学家也溜不掉。主要他没必要撞。哎，对，我也觉得没有必要。救完人之后直接去破1电机会。是的，你都给了化险为夷了，就是为了让他化险为夷倒一个好点的地方，让他多拖更一些时间。你去撞了，那他也没有拖出这个化险，或者说多拖出一个5秒没有意义。这波他们是打算让魔术师派来救援，但这个救援的话可能收益不太大，要不就卡着，然后拖那边状态调好之后，然后把这个人卖掉，我觉得也可以。对，最好是卖了。主要是大方板区不在，如果大方板区在的话，我建议还可以救一波。但是如果说不在的话，要强行来救，可能会就给到一波状态，到时候魔术师容易形成一个2节奏。直接打魔术师就可以了，然后再去转那边的前锋想端波隐喻有没有机会？强行直接倒地吗？那这样前锋就已经上班了。哎，是，至少得拖一个魔术师。是的，一定要上班。哎，这波博弈哦，哎呦，刀没出来，算是被线下博弈到了。哎呀，两边都想摊，一个也没摊到。哎，这个好撞，这一波前锋撞可是价值。是的，因为回速也用了。是的，我觉得他可以撞这种小球啊，就刚才一样。可以接着帮忙撞，甚至帮忙扛刀都行。这个隔山打牛打到了休息间，那不一样的。2个人的配合感觉出了一些问题。想逼走，然后再回去撞。来不及，前锋有球的，不敢签啊，签了就撞。一轮个兴奋也赚。对，对于求生者来说好像不是很亏。是。
因为你现在底牌切了兴奋，这个是把底牌和技能一起逼掉。不着急，火灾现在的话也直接拉开，魔兽师直接进行破1，毕竟已经逼出来兴奋了。我觉得他刚才可不可以考虑闪签呢？就是把这个底牌先不要那么急着去交，闪签之后再用这个底牌去切一个，比如说传送啊之类的，我可能会收益。其实是可以，但他可能会怕吧，怕前锋这边一个旋转撞就给他撞下来了。啊，就更稳健一点吧。对他怕，他可能怕这一种操作。嗯，是这样。但魔兽师这边是已经亮了呀，刚刚如果说是想过来找的话，得第一时间过来找啊，这里有点逛街了。现在再回去找一下大黄的前锋吗？哎，他好像没有感觉到大黄是有人在破译的。他想守这边正没门的，对，油桶密码机更多。现在口汤咪不太好进行逛街啊，自己的技能已经交了，要赶紧去找一波节奏的。哎，主要他这样拖技能好像没什么收益，他切的是对兴奋啊。你是个兴奋，你要赶紧去找节奏的。这边看到了一个满血的火锅的海员，那边可以放肆的去破一下，因为回斯交的可以破那个大黄店。是，先摸状态，他摸状态就是觉得火灾海员可能牵制不够，就没有想去抢这台店，然后确保说摸一个满血，然后待会儿可以进行一波救援。是的，因为大黄毕竟是一台新机嘛。不好，那前锋可以再去趁这个时间。哎，他们要两个人都不好，这么谨慎，太过于谨慎了。我觉得补一个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像火灾海员感觉牵制了快60秒钟时间，然后这个电击进度没有16，没有动。对，而且你这个69的密码机可破译不了啊。这个69的密码机他一定会过去守的。破译的黄金时间，那就是在火灾海员牵制的这段时间，他没有必要两个人都把状态。还是要破译这一台吗？对，而且他们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好像是想来破油桶台电。没必要啊，监管者肯定是在钓这边油桶的鱼啊。对，不过好像是监管者没注意，没有去守油桶台电，对，想打拦截，他没有意识到油桶台电在破译，然后结果油桶台电好像能压好。难道是对于对手的打法如此了解，才会做出这样子的战术安排吗？可是守密码机他能去争多抓，这样打的话会给到求生者一些机会啊。哎，那你别说，这波两个人状态摸好，还真的是能压好，3个人还有带回光返照。对，你可能是因为可能对对手可能稍微了解一点吧，所以才会这样去战术安排。这可是全是满道具啊。哎，还扛到了，还有贴门的时间呢，或者还有人赶紧趁这个时间拉走。睡到往大门进行牵制，那不太好。板子也还在，对，所以只能赶一下这边的小门。那你管小门一定是个平，因为在大门这边他肯定能贴到，毕竟你自己的底牌也已经切过了。底牌已经贴过了，是的。那这边应该就是稳平局的，对于强者来说是稳平局的。想去牵制个地窖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可能性，因为地窖会更远。地窖的话在3板，这个位置得盖到一次板子，但是他有兴奋，也不太好过去。哎呦，对，预判算是预判到了我忘记位置，但是只能保个平。是的，正常一个平局节奏，平局还能接受嘛，就把这个优势带到第3局。口塔咪的这个打法比较独特，就可能他那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？计划有变，他决定先去赶守门人，去追击一下这边的古董商吗？哎，他好像是直接想去抓守门人，然后打你一个，对他想打守门人，就直接打一个没有人去救援，吞化险为夷。对，吞化险为夷。那我觉得可惜，因为他前期进入追击节奏有点快。哎呦，能补上雷吗？哦，那这一刀就这一架是很专的。是的，这几个雷封的很好。得或许再去使用一个新的产品。是的。的话，如果要被击到，感觉打开定时看看。机长再帮忙推一下。推一下。但是守门人还是不太好牵制啊，因为他只剩一把，马上快用掉的产品。是的，有点是要跟闪，这个闪现他可能要直接开刀的。
尝试躲炸一下。哎，那这样很赚，对相当于是骗了一个10刀。要不直接闪出去？直接闪吧。哎呦，好像不有点敢闪了，迟钝那你闪慢了呀。对，闪慢了。不过成功躲了7号学家的冲。哎，我觉得不应该给7号学家这一刀，就是以我从者的视角来看，我觉得不应该给7号学家这一刀。给了这一刀，因为7号还有道具，然后我这边弹射还在嘛，对吧？然后我可以去。那现在就不太一样了。他这波炸是直接炸到了，现在就看这个张鹏雷能不能直接把他收走了。对，就看这波定时能不能把他给收走，把点位架着。一接雷，应该是坚持不动了，看能不能给个10刀。我感觉从者这边就卡出来了，然后守门人这边看能不能先补个道具。把这个一阶直线，现在反正也已经2阶了，你过来一救压力太大。我感觉这个救人的话，好像风险很大，不太好救。这个椅子会被外侧拦截。是。邦现在的话手椅是有收益的，他可以通过那个叠炸弹，然后逼迫人类来救人。还是想看看也好去趁这波救人。啊，试一试。这波怎么操作？哎，2个，哎，还有3秒，2秒，在最后几秒极限的时候拖了下来。古城这波把压力扛满了呀。那这样还能去争一争。对，啊，这边还躲了一颗雷。哎，可惜这个板梯没有博弈到。这条板子好像还是想打一波跟人吗？守一下椅子请。那能挂不了这个。直接挂另一个椅子。还行啊，这波古城这波救援相当于是救出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效果。2秒就，哎呦，雷全部扫掉了。哎呦，古董这把真的是很 C 啊！其实前期的节奏对于人来说不容乐观的，但古神扛住压力，直接把局势打的只剩最后的几台电了，2台电。在传送。其实他传承了一台其实是连电的电机，那相当于是这个传送清零，没有什么收益，然后现在又得重新开始，然后继续拖自己的传送。守门人现在就可以直接摸道具。老师刚刚帮这波换追，直接追的气象还好吃了那颗雷，要是没吃到那颗雷，他利用自己的道具直接就是说进到双11，节奏上就不太好追了，可能是追着牵制到4台密码机才能击到人。哎，是的，这还有就是换追气象的时候，他吃了一颗雷嘛，对，然后导致说是没有办法往双11那边转。但凡就是那颗雷如果空的话，他可以说硬吃一颗雷往双11转，那不好追的呀。没错，唯一差的点是在这。等一下，这波难道说是有被穷者偷开电机的出现吗？你也是 M 的什么人？没有道具，有机会把他击倒在这里，但那边电机已经来到92了。是的，能压好，好像有点守不住。哦，完成击倒，但是密码机还没压呀。密码机。哦，他是通过那台，对，他是通过那台联电的电，然后去给那台海边电传，然后但是那台自己本体那台联电电开了，然后导致说这个开不掉，直接亮心脏嘛。但是这边是一个古人开门，我怎么觉得开不完的？对，我怎么觉得这波这个时间只能开到6成到7成。我觉得这波亮心脏可能有点不太好。他们或者也可以，对，或者也可以让古神这边提前贴这边的守门。然后球队进行个压击。现在的话，球队能不能给一点救人的压力？古董伤好像撑不住了。是的。那边就算把古神挂上去之后，再传送回去守那边的守门人，时间也都是够的。这个传送直接回去守，觉得囚徒这边会过来救。但是囚徒这边的话，如果说能被排到这个耳鸣，好像是救不到古董上的，就看能不能意识到囚徒是在往古董上那边跑。有耳鸣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回去守了。哎，对，那这样的话可能要是趋向一个4抓了呀。是的，你看这个大心脏，这个回光返照开的就不是很好。我觉得他们更好的处理就是让古董商这边提前过来压这个守门人。你知道问题最大的是在哪里吗？哪里？
是古董商，他这边密码机还没压好呢，他先去贴门了。哎，对，就直接预判了一手，就那个，哎呦，亚米这边的话直接开始开心起来了。哎，他就这边的舰员带着封窗，可以先考虑把一个窗户封掉。确实这几个人都没有去带一个回光返照，也不需要，确实不需要那么真不需要。反向蹭个板子，要往双十一那边转。哎，想再绕一圈木屋，看你第二圈绕的时候，我这个窗户能解开。是的，这路口直接封个土，这样粘土一封路只能绕，对，窗口可以翻，但是会被炸死。关键还没炸到。里面有个红球封路的说法。那这样又拉远。前期的话，对前期的话，相当于是绕了2圈木屋，不上绕2圈木屋很赚了。对，现在可以往而且你看双十一转了。对，飞轮还好，你可以用飞轮去顶一波他的那个炸。飞轮戈壁再交个白球。哎，好的。这个哎，打断了。这刀不拿吗？那这样白球就直接跳出去了。对的，我觉得他可以先拿一刀，之后把这个闪现可以省一下。这样子的话，闪现拿这一刀可能就不如刚才平均拿这一刀赚。对，因为你相当于把自己给夹死了。他手里的火球还好，火球直接放吗？哦，直接翻下去也行。哎，这个击倒节奏就可以拉得很满。老弟他可能已经吃进3台了。如果说是他带了一个张狂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牵制，因为也没办法，邦邦在追击上就是这样。这个闪现的收益真不如移形来的大。你看他把这个窗户这个小山窗户封了之后，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红球，一个红球跳下去直接无视封窗，然后就翻下去。是的。哎，想封路终于击倒，但是你击倒的这个时间，他是绝对不可能会过来救的，或者说是压满救也可以。对，最后2个人抽一2台电的，这边的话一直给压力。主要是你看他这个闪现是施出来的，所以就完全没有必要救。对的。而且你看他底牌一直也没有切，就相当于是，就算现在切传送也没有那么快赚好。你切了外边密码机也能进行到有个80%到90%了。我觉得还是切的可能会有点晚，就是他早点切的话，现在可能传送的这时间只剩一个20多秒。没带挽留啊，现在问题就是没带挽留。来，我刚才是 DFM 的中央者4抓的，打了一个邦邦，也是火箭筒邦邦4抓。这个近30秒的时间，密码机64那台的话能起到90多呀。哎，是的呀。走过来去守着台电没关系，那边双11再去开它就行。是的。哎，只是扔个定时，再回来回防一下这边的有人会去来偷这台电，但不急啊，这边可以让飞行家再去收。佣兵该弹护腕就弹护腕。邦邦现在有点画地为牢，他不太敢去离开这台木这台电，如果一离开木就会被佣兵破译掉。是的，但是你要是死追佣兵，这个地形又非常适合去牵制嘛。抓不了3个护腕，他就一直坦。海边现在就在修，你敢不敢传？你传了，这边我就直接带走，我带到大船去。传了就可以修。是的，我佣兵就直接把你小木屋亮了，亮了之后我2个人给你打开门战，一人贴1扇门，反正你传送也已经交了。好，那你现在传送交了，小木屋我这边直接去贴，飞行家追不了，我只能抓古董商，抓古董商我就在海边给你进行牵制，只要我不死小木屋就行了。对的。但是这个好像还是有，就是一个上瘾机会的。因为佣兵的话，可能稍微破的有点慢一点。有了就有了，关键佣兵那边直接亮就行了。对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对，压力太小了，不需要救。我不需要救，我小门贴一个，大门贴一个。你看分家现在已经在，就大门已经在贴好了，应该是已经贴好了吧？是的。对，你看已经开始刷机贴门了。这种局对于邦邦来讲又是一个死局了，没有办法去摊。传送一交宣告一个。摇火雷炸到了，但是没有什么用，因为没有传送，也拦不住佣兵。佣兵2个护腕直接弹去大门了，那这样就只能完成一个平局。
那这边就是恭喜 DFM， 然后再通过 BO3 拿到了一波翻盘。是的。今天 DFM 在后边的一个翻盘局势真的是翻的挺好的，那个四抓很关键。确实没想到。是的，这个四抓确实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少一点的